秦羽啊，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，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。血债血偿？就凭你这蝼蚁，拿什么和身为仙族之主的我对抗？让我今天就替天行道，灭了你这仙族之主！祈福汉树，今日我就送你们祖孙团聚！秦羽，就无路可逃，乖乖送命吧！难也，今日就是身负皇权，也要拉着你们一起！什么？李清河要嫁人，这对得起秦羽吗？秦家一门双战神，却因深入大荒，双双殒命啊！就连秦羽，本是咱们通州城乃至神剑王朝最有天赋的武者，也成了废人一个。才短短1个月，没想到这女人便要急着嫁人了。赵公子乃是仙族后裔，哪个女人不想嫁给他？据说今日赵公子与李小姐还亲自去秦府探望秦羽，如此大仁大义，真是让人万分钦佩啊！秦羽啊，秦羽，从小你就是通州城的骄傲。3岁测出大圆满根骨，18岁一只脚便踏入了通神境。可现在呢？看看你这个狗样子，浑身筋脉尽碎，神识溃散，已成废人一个。反观孤身一人前往大荒，将你们带回来的我，赵殿，则成了人人敬佩的大英雄。现在，更是要迎娶你的未婚妻。我李清河身负皇族血脉，注定会走上一冠绝天下之路。偏偏这秦家与我皇族有恩，父皇迫于压力，只能将我许配给秦羽。秦家不过是我皇族的一条狗吧，有什么资格拥有我这皇族长公主？此番略施小计，便让秦战与秦衡双双腐败，更是让这秦羽一夜之间沦为废物。我李清河注定迈向更广阔的天空。赵公子，你乃仙族后裔，与我自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清河，果然是做大事的人。明日大婚，今天小爷要好好的喂饱你。我上去了。让我见证一下你们能耐吧，秦羽。这是我18岁时的身体，我刚刚不是和赵殿？等等，为什么回到了现在？为什么不能回到再早一些的时候？那样父亲与爷爷便不会命丧大荒。李清河、赵殿，这对狗男女，你们设计陷害我秦家，害了我父亲与爷爷，也害得我成为废人一个。事后更是大兴婚礼，让我秦家脸面荡然无存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还好，我在大荒中寻的机缘还在。荒天劫，其中封了着108头上古凶兽，以及72头上古神兽。修炼一步快，步步快。与前世不同，这一世我领先了整整10年，无限法，睚眦虚影。
兽牙子，肉身之力，筋骨强横，统皆无敌，甚至可直接为我开启通神境1重修为。此刻赵殿亦不过是通神境1重，且尚未觉醒仙纹，无论如何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狗男女，准备承受我的怒火吧！秦羽，你居然醒了！秦栓，秦家长老，平日里与我父亲称兄道弟，但暗中却早已投靠赵殿。在爷爷带着秦家心腹前去大荒后，秦栓更是直接将我这一脉子弟屠杀殆尽。还好，经脉尽废，果然已经是个废物。从高高在上的妖孽，一下子坠下神坛，变成一个废物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狗就是狗，以为换了个主人就不是狗了吗？哪怕我坠下神坛，也不是你这老狗能够欺辱的。闭嘴！我为了秦家鞠躬尽瘁，到后来得到什么了？全都是你们逼我的，属于你们的时代结束了。此秦家就是我秦栓的秦家了。秦羽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本来我看你经脉尽废，还想留你一命，但你口出狂言，自寻绝路，真休怪老夫无情了。下就记得告诉秦衡，送你去的人是秦栓。地狱可容不下我，我可去地狱向我父亲与爷爷赔罪吧。接下来也差不多该出发了。狗男女，我来了。前世我苏醒后，因为无法承受父亲与爷爷死去的巨变，不顾一切冲去皇族，欲寻说法。然而修为尽失，面临的是我赵天再一次的羞辱。随后赵天将我丢入大荒，此生记忆。最后在我奄奄一息之际，李清河的妹妹李清瑶找到了我。也正是因为她的出现，将前世的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自此，李清瑶细心照顾了我数年之久。就这样，我在大荒整整待了10年。但这期间，我也得到了一份莫大的机缘。自清瑶离开后，我便潜心修炼，修一日千里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当我离开大荒，前去寻找青瑶的时候，只得知青瑶因为救我，被李清河抓到，便出于极限。悲痛欲绝的我，决定再次前往皇族，为青瑶复仇。可当我抵达神剑王朝后，却发现李清河与赵典早已前往仙界修仙。这一世，我会在此处掐灭你们的阴谋。哥几个，你们知道不？驸马爷据说是仙族的人呢。仙族？那可是大恐怖的存在。有了这棵大树，谁敢来招惹？闭嘴！驸马爷是你们能议论的吗？专心站岗。遵命。遵命。公主殿下，老奴打扰了。进来吧。公主殿下，吉时已到，还请移步皇城。走吧。公主，驸马到。父王。赵殿，我把清河的后半生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待他。是。我赵殿此生绝不负。
今日乃我皇族大喜之日，何人放肆？你是秦羽？不愧是睚眦之力，虽然只是通神境1重，修为比之寻常通神境武者何止强了数倍。前世的我，到最后都未能解锁完整的荒手，真不知道这一世，若是将其彻底解锁，会有何等恐怖的实力。秦羽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赵殿虽为先祖后裔，做事却如此不靠谱。这秦羽修为激荡，明显更胜之前。原来是羽儿啊！今日未曾叫你前来，本是想让你在家中养伤，但看起来你似乎并无的收起虚伪。李剑河，当年要是没有我父亲救你，你早就变成鬼了，还能站在这里。我秦家为你李剑河披荆斩棘，立下不世之功，而你呢，是怎样对我秦家的？赵殿与李清河狼狈为奸，在大荒设计害我爷爷与父亲，此仇无共戴天！住口！秦羽，我小看了你，没想到你之前的重伤竟然是装出来的。就算你修为尚在，凭你通神境1重的实力，也敢如此放肆吗？你不妨试试！护卫君王。虽然秦羽也迈入了通神境1重，但赵殿身负先祖血脉，就算尚未觉醒仙纹，但也远远比寻常人的武者强大数倍。秦羽，你绝不是赵殿的对手。赵殿，不要下手太重。秦羽毕竟是秦家人，与我王朝有大功，且废去其修为，小成大戒即可。是。这个小成大戒，来呀！这便是赵殿家传的仙器。仙器？这竟然是仙器！赵殿不愧是先族后裔，仅仅是这柄仙刀，恐怕秦羽便无可阻挡。秦羽，下地狱吧！靚眦去影，是。什么？秦羽，别小看我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一阶仙器怎么会被你这凡人之兵所破？不可能啊！什么？他怎么还是如此之强？绝不会这样！赵殿，给我起来！我绝不允许你输给秦羽！这就是先族后裔。该死！这就是你们皇族引以为傲的好女婿，不堪一击，弱不禁风。透过仙器，你竟绝非凡品！想不到你秦家竟私藏仙器！战神枪乃是我秦家历代从鲜血之中沐浴而来，岂是你那娇贵不堪的破刀可比？睚眦的另一门圣位，便是可以融于兵器之中。寻常兵刃分为凡品、仙品2大品阶。此刻的战神枪，单论品阶，甚至接近2阶仙器之威能。秦家居然还藏着仙器，万万不可能！秦家一举一动皆在朕监视之下，难道说这是在大荒之中所得到的机缘？朕便继续观望片刻，看看这小子还有什么别的手段。赵殿，你连一个秦羽都对付不了吗？看来朕将女儿下嫁于你是错了。不，君王，我该死的秦羽！秦羽，是我小瞧了你，你要知道，我乃先族后裔，非你一凡夫俗子！聒噪！
战血城！救他！快救我！我的手！这般本领，自然是。你好本事，竟敢在皇城撒野！百无敌，李靖和的贴身禁卫军，一身横练功夫极为了得，目前已经是通神境2重高手。快说，灭了他！秦羽目无尊法，狂妄自大，伤我皇族众人，罪当凌迟。但朕念在秦家有功，百无敌，废去他的4肢修为吧。好快的速度！给我断！什么？是你吧？接下来该你了，李剑河。秦羽，你好一个秦羽，看样子你在秦家庇护之下，似乎已经忘记了皇家的强大。秦羽，认命吧！啊，这就是你所谓皇家的强大吗？李剑河，你似乎也小看了我秦羽的强大。什么？秦羽，你要想清楚，这周围都是通神境2重的神医卫，你就算杀了朕，你也无法活着离去。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这里不拘与前世一样，神医卫身披玄铁重甲，杀伤力极强，但他们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便是速度。秦羽，好强大的威压！秦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通神境巅峰，前世应该并无如此强者隐藏在周围才对。老夫乃是先祖指挥使赵焕，先祖与皇家颇有渊源，秦羽可否给老夫一个面子，留他一命？二叔，宰了他！秦羽，看来你今日取不了我的性命了。先祖指挥使，现在的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秦羽，先祖一向照顾人族，你今日所作所为也情有可原，我不会对你如何的。至于你，赵定，身为先族后裔，却干出如此卑鄙之事，待回去后自会有家法等着你。是。李剑河，今日你也给老夫一个面子，秦羽这事是你们皇家不对，就此接过，如何？全听仙人做主。秦羽，松手吧。这就是通神境9重的威压吗？但是仅凭威压控制不住我。什么？仅凭通神境1重修为，竟能破了我的威压？既然仙人开口让我放过他，那么这小子果然在大荒，得到了大机缘。我们君王接好了，告辞了，先祖指挥使
来日方长。秦羽，你真以为能从我手中逃脱吗？此亮命，这威压比之前各折10倍有余。这先祖掌会时确实有些麻烦。下次，雕虫小技，告辞了。秦羽，我说过你跑不了的。未必吧？此刻赵殿身受重创，你若追我，他必死无疑。孰轻孰重，我相信你自有判断。二叔，也是救我！有趣的小子，秦羽，我便先放你一马。你的伤已无大碍，二叔，此仇不报，我岂是能安？放心，二叔一定为你复仇。李剑河，真是废物一个。李清河，你的父亲已逝，从今以后你要好好辅佐你的夫君，懂吗？是。神剑王朝的子民们听着，如今你们的君王被奸人所害，故神剑王朝暂归我先祖所有。所有人全力缉拿秦羽，一定要留活口，听懂了吗？公主，这全听先人做主。很好。我灭了李剑河，接下来肯定会遭遇无穷无尽的追杀，这神剑王朝不能待了。只是这召唤为何会突然出现？这与前世不同。也罢，至少今日顺利宰了李剑河。至于赵殿、李清河，无非是多活一些时间罢了。神剑王朝秦家秦羽，品德败坏，穷凶极恶，当众行刺神剑王朝君王李剑河，特下诛杀令。凡擒杀秦羽者，赏万户侯，封一城之地。神剑王朝对我下发擒杀令，当务之急只有暂时离开神剑王朝范围，前去更大的天河王朝才是。神剑王朝拥有100城，却也不过是一个小王朝罢了，而天河王朝拥有数千座城，其中强大宗门家族数之不尽。神剑王朝与之相比，宛如沧海一粟。赵殿、李清河，等着我，很快我便会回来，将挫骨扬灰。爷爷，你怎么让这么一个散修上车？月儿，此子虽是散修，但一身筋骨俱佳，不失为一个好帮手。我们此番前去天河王朝，危机重重，多一个强者，多一份安全。爷爷，您可是天河王朝的镇南王，有谁敢威胁到我们的安全？没想到这老者竟然是镇南王。天河王朝镇南王，镇守边陲，体力妖族，铮铮铁骨，绝对是人族的大英雄。可惜的是，后神剑王朝在先祖帮助下，一举覆灭天河王朝，镇南王也命丧赵殿刀下，而今我却坐上了他的马车，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。你盯着我看什么？是，家伙什么态度啊！气死我了！老爷，再行100余里，便是天河王朝境内了。加紧赶路，争取早日到天河王朝内，也免得生出事端，对吧？这位小友，不愧是镇南王，想必已经看出了我的身份，老谋深算。哼！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
剑南王，我奉命前来取你首级。小心，这是天河王朝的死人宗杀手。死人宗，天河王朝鼎鼎有名的猎杀势力。对不住了，镇南王。死人宗，也太看不起老夫了！一人也敢对我动手？自然非我一人。小心！这是逐日神剑。好，你小子有点本事，居然能挡住我的逐日神剑。好，你小子有点本事，居然能挡住我的逐日神剑。逐日神剑，死人宗3大杀器之一的逐日神剑。为了取老夫这条命，你们也算煞费苦心。也罢，也罢，你们2个给老夫听着，老夫引经带路，但有一个要求，必须让其他人安全离去。爷爷，好，我答应你，这样也省事儿多了。别演了，我会出手，有我在你没事。这老头，秦羽保了。既然你想陪他一起，那我们便成全你。先报上名号，我不对无名之人动手。死人宗5月，果然是武家双姐妹。前世这2姐妹在王朝覆灭后，前往大荒寻求机缘，也闯出了赫赫威名。只可惜最终还是不敌赵典，双双殒命。若此时将其收入麾下，倒是也不错。男女们，来得正好。与我秦家战神枪比，还是差点。战神枪是吗？能接住我3成蓄力的逐日神剑，算你运气好。不过这次10成的神剑，必能取你小命。姐姐不用出手，对付这小子，我一人足矣。通神境1重，能接我2刀，着实不错。看样子是个天生神力，只可惜我们之间境界的差距。万术鸿沟，黄阶极品武技，烈日刀。压自虚影，是。似乎我一人，你便抵挡不住了。我虽开启压自虚影，但此刻我通神境1重修为，却无法使出强大的武技。面对通神境2重的武司，的确有些压力。但是，哼，你这武技有问题。休说大话。你的武技残缺不全，本可以发挥出玄阶的力量，在你手中却只有黄阶。少说大话，接招！我说过了，你的武技有问题，这一招破绽太大。会长，放开他！我可助你完善功法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不用，我技不如人，随你处置。姐姐，不用管我，灭了他们，完成任务。这2姐妹关系甚好，五月此刻已成摆设。啊，竟然这么强吗？秦家小子果然厉害，看来这大荒之行收获颇丰，老夫算是赌对了。住手！请你放了他吧，我愿意替他一死。
死人宗卑鄙无耻，虽对你们有收养之情，却事事违背你们意愿。这样的势力，你们真的愿意一直待下去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自然知道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死人宗宗主对你们早有染指之意。不可能！之前被你们所害之人，他们的亲人全都被死人宗暗中控制，更是被炼制成傀儡，受尽折磨，天怒人怨。不可能！我们宗主绝不会如此。是不是这样？你们可以自己去查。死人宗的事情，这5家姐妹丝毫不知。此番我的话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5家姐妹为我所用，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现在，我给你们一条路：脱离死人宗，从此臣服于我。好大的口气！你知不知道死人宗究竟有多强？脱离死人宗，那我姐妹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保得住我们？不急，我给你们时间慢慢考虑。若有想法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我会在天河王朝最大的客栈之内等你们。小子，你别走，我一定要宰了你！尽管来试试。5家姐妹绝不欠你人情，这次算了，下次再见，你可没这么好运了。剑南王，别以为到了天河王朝你便高枕无忧，死人宗有百种手段取你性命。那个，多谢你了。能让镇南王的孙女亲自演戏，还真是莫大的荣幸。镇南王，不如把你孙女许配给我，可好？好什么呀！小兄弟论修为，年轻一代可称天骄；论胆量，神剑王朝亦是翘楚；论身家，更是绰绰有余呀。身家，神剑王朝，秦家，你是那个通缉中的秦羽？爷爷，原来你早就知道。你这丫头反应未免太迟钝了些呀。若是秦小兄弟真的有意，老夫倒是可以直接做主。我，此事在意，我也只是开个玩笑罢了。好了，镇南王，我们抓紧赶路了。好，抓紧赶路。小子耍我，气死我了！我还配不上他吗？恭迎镇南王！哦，镇南王，居然是镇南王！他身边的不会是月华郡主吧？好期待呀！啊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是啊，镇南王，您终于来了。我父亲可想你想得很呢。我也是许久未见令尊了。李月妹妹，好久不见了，官爷很是想你。王妃，我与你可没那么熟。李月妹妹，你我青梅竹马，从小指腹为婚，何出此言呢？原来这是你未婚夫，眼光不错，当真是一表人才啊！才不是啊！谬赞了。亲爱的，你生气了？这丫头睚眦必报啊！睚眦血影当给你才对。月妹妹，你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心上人。李月妹妹，你莫要再逗我了。我们早已私定终生，不日后即将大婚。李月妹妹舟车劳顿，我已摆好宴席。镇南王，小侄先为您接风洗尘。啊，也好，也好。好久没回来了呢。小子，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李月是我的女人。我劝你
趁早滚出天河城！我给你1夜时间，明日若你还在天河城，我必将你抽筋剥骨。离开天河城，可以，不过要等我一段时间。等我与月儿办完婚礼，诞下一儿一女再说。一儿一女，绝对不行！你活腻歪了！不要以为李月妹妹护着你，你便可以如此嚣张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可以如此嚣张。有本事，现在动手！臭小子，给我等着！唉，这个李月一来就给我找麻烦。不过这皇妃，哼。镇南王，月儿妹妹，我们到了。不愧是天河城第1大炼器宗门呐！光是门口这摆设，便已经是皇阶下品。镇南王过誉了，门口这摆设只是我随手炼制而成，不足为提。咱们快进去吧。这边请。我父亲有些要事，暂时不在府中，今日由我招待镇南王。您稍等，我去准备菜肴。果然奢侈。来了来了，月儿妹妹，这是地龙肉，对武者淬炼肉身有着极好的作用。我可是专门为了你才不惜辛苦千里迢迢找来的。好东西！喂，这可不是给你的。这小子，好大的腕力！爽！哦，对了，小侄还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镇南王。哦，您还不知道，前段时间小侄已经觉醒了5品的圣火，同时拜入了气仙老祖门下。我与李月妹妹指腹为婚的事情，师尊也已知晓，几日后便会亲自来天河城为我保媒。想不到这家伙竟然可以觉醒圣火。圣火乃是武者的天地造化所觉醒的独特神通。圣火共有9个品阶，1品最为差劲，9品最强。武者一旦觉醒圣火，便可以成为这大陆最荣贵的职业——炼器师。这皇妃虽然只觉醒了5品圣火，可即便如此，在这天河王朝也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。而且那气仙老祖也非常人，不仅拥有6品圣火，本身修为更是通神境巅峰，可以说在这天河王朝也算得上是呼风唤雨的狠角色。而且师尊已经许诺，届时会给李月妹妹一场旷古烁今的婚礼。这下子可麻烦了。你明明可以直接住在镇南王府，却为何偏要住客栈呢？怎么，你莫非是舍不得我？我先走了。放心吧，这皇妃绝非善人。你为镇南王孙女，我不会让你落入她魔掌中的。最快提升修为之法，便是吞噬大量天材地宝，又或是异兽血肉。明日要去寻找一些好东西了。待我进入通神2种境，便可以开启第2个皇手——九族金乌。九族金乌掌管天地异物。皇妃，不知道当你看到9品圣火的那一刻，会作何表情呢？少主，查清楚了，秦羽乃是神剑王朝秦家人。秦家？那个被仙族戴了绿帽子的秦羽？正是。
笑死我了！还以为是个什么人物，原来只是个垃圾罢了。也好，这段时间我便留你一条性命。我要你亲眼看着丽月成为我皇妃的妻子。啊，写这武技可真累。这风雷掌乃我前世所得，虽然只是玄阶下品，却足以兑换到大量的天才地宝。出发！天河拍卖场，我回来了。哦，真是怀念。欢迎欢迎，这位公子可是要点什么？我要的东西，你做不了主，让婉儿姑娘了。请公子稍后。小女子独孤婉儿，见过这位公子。好久不见了，婉儿。他是何人？我要参加今天的地下拍卖会。哦，公子，请随我来。公子，请。能再一次回来，可真好。这位公子很是面生，不知道是何人引荐。此事你无需知道。今日的地下拍卖会，规矩我懂。看看，这东西值多少钱？这是玄阶下品功法。好眼力，正是玄阶下品。玄阶功法何其珍贵，你真的要将这东西拍卖出去吗？那是自然。这玄阶下品功法若是拍卖，足以拍卖出100万金的价格。若是您信得过我，150万，我天河拍卖行收了。一枚2品炼体丹，大约需要1万金，150万，足以买下150枚，够了，成交。但我要兑换成等价的炼体丹。好，多谢公子了。想不到此人年纪轻轻，竟然有玄阶下品功法。难道是某个大势力的弟子来天河王朝历练？今日的拍卖会，您还参加吗？自然是要参加的。若是我没有记错，今天的天河拍卖场会有一样非比寻常的宝物。好，那我带您去专属的位子。欢迎来到地下会场。你看到了吗？老子来了几10次，都没见过他笑得那么开心。是啊，不知道这身边的小子又是什么人？视线不错。那是自然，只有我们天河拍卖场的贵客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。婉儿，婉儿，我来了。哟，这不是王少爷吗？婉儿，今日我神枪门可是给你们带来了一样极品。多谢王少爷捧场了。婉儿，我爹数次上门提亲，你都以为推脱。婉儿就是容易害羞，我与你父亲商议过了，今日我神枪门的拍卖品，我1分不要，全都算作我娶你的聘礼。这样的东西，就连你父亲都无法拒绝。哼，我的记忆果然没错，今日神枪门要拍卖的，正是那一柄残破的仙器——岁月剑。喂，小子，这里可是本大爷的位置，岂是你能坐的？还不滚开！王轩，这是我的贵客，不得出言不逊。什么？婉儿，这位置向来是我坐的呀。现在，这位置是我的了。你也配？一个通神境1种的垃圾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很烦，若你再说一句，我便宰了你。臭小子，多少年没人敢这样与我说话了。既然你活腻了，老子便成全你。够了，王轩，任何人在我天河拍卖场不得闹事，这是规矩。可是他，闭嘴！
是。当着婉儿的面，这口气我暂且忍下了。但除了天河拍卖场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当着婉儿的面，这口气我暂且忍下了。除了天河拍卖场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少爷，我看到那个秦羽了，就在天河拍卖场，而且似乎得罪了王轩。得罪了王轩，这家伙还真是四处找死。皇妃的传信。好小子，还以为真是个什么大人物，原来只是个破落王朝的弃子。欢迎各位光临我天河拍卖场，今天的好东西可是前所未有的丰富，甚至超越了之前的每一次。婉儿姑娘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开始吧！是啊，快开始吧！今日这第一件拍卖品是2品丹药生机丸，活死人650，通神境1重以下，无论多重的伤，只要凭此丹都可以续上一命。底价1万金，请出价。15000、18000。这东西对我毫无用，先睡一觉，等着最后的好东西。好好睡吧，小子，这是你最后的日子了。恭喜这位公子拿下宝物。接下来便是我们今日倒数第2件的宝贝。来了！少爷要的残破仙器。此为1阶仙器碎神枪，虽然残破，但毕竟是仙器，底价100万金。各位请报价。150万！各位，此物对炼气宗十分重要，希望诸位给个面子。该死的炼气宗，又用这种手段压价。该我了。200万，这东西我要。是他。喂，敢和我们炼气宗抢东西，你也要想想能不能出得了这个门。死人宗，算了，死人宗横插一手，想必少主也不会怪罪于我。哼，此物归我了。300万。这个家伙是故意的吗？300万。这小子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还有比300万更高的吗？既然如此，那这1阶残品仙器便是公子的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日的压箱宝——玄阶下品武技风雷掌，底价500万金。各位请开始吧。600、700、1000万。1200万！啊，快！你什么意思？这东西我要定了。教主传讯给我，必须拿下。王少爷得罪了，1500万！可恶！小飞，可你还让我帮你办事儿，好的很啊！你要我杀秦羽是吧？老子就不杀！想得美，放枪！不可能！区1500万金，也想拿下玄阶下品的功法吗？1800。不要拍，听我的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我偏要拍。1000。算了，这就对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要听他的？既然无人给出更高的价格，那么此物是你们的了。玄阶下品，玄阶下品啊！还记得我之前说的话吗？我就住在天河客栈。记得来找我，先走一步。久等了，秦公子。我也刚到。秦公子，这回可多谢你了。好家伙，都说无商不奸，
我也没想到居然可以拍出这样的价格。独孤婉儿，你是不是欠了我一个大人情呢？是啊，可真是个大人情呢。既然如此，我是否可以提一点要求？秦公子，你不逗你了，把我的东西拿来吧。都在这里面。这枚储物戒指就当是我们天河拍卖场送给秦公子的。黄阶中品的储物戒指吗？还算不错。对了，日后若是王轩约你前去上古遗迹探险的话，记得告诉我一声，我与你同去。再见了。上古遗迹。前世我与独孤婉儿相识，是在他从上古遗迹回来之后。那个时候，独孤婉儿因为王轩在上古遗迹中的阴谋算计，被迫嫁给了王轩。可惜的是，大婚之后，王轩彻底暴露本性，独孤婉儿简直生不如死。前世的我因为一些意外，未能将你带出深渊。这一世，我会给你一片碧蓝的天空。炼体丹，寻常天赋的武者，在通神境每次只能服用1枚，天赋较好之人可同服3枚，而一些顶尖实力的天之骄子可以服用10枚，而我拥有睚眦之力，肉身之强无与伦比，150枚丹药绰绰有余。150枚炼体丹，果然让我进入到了通神境2重。现在，小猪金乌，现！好久不见，秋天玄灭火。去吧，九天玄灭火可炼化诸天万物，将这残破的仙气犹如战神枪之中，简直轻而易举。成了，炼化这残破仙气后，战神枪终于脱离凡体，蜕变成为1阶仙气。此刻的我，通神境5重之下，皆可一枪破之。方才是老夫眼花了，似乎看到了仙气的仙韵。若真是出了仙气，可要想办法弄过来。区区一个天河城，岂配拥有如此宝物？宗主，五月、五思，你2人劫杀镇南王失败，这一次天河拍卖再次失手，你们说，我该如何处置？请宗主责罚。你们2姐妹是我从小养大的，我又怎么会舍得惩罚你们？新的任务来了，希望这次你们不要再失手了。请宗主吩咐。此前破坏你们行动之人名为秦羽，乃是神剑王朝秦家子弟，因为杀了李剑河，被迫来到我天河王朝。赵氏仙族发下仙令，要缉拿秦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废物，2个废
废物，一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亏我培养了你们这么些年。若这一次再失手，恐怕要培养新的种子了。丫头，一大早的喊我，可有事儿？今日起，你住在我真南王府，这天河客栈住不得了。怎么，想念我这未婚夫了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昨日在拍卖场是不是抢了皇妃的残次仙品？不仅如此，你还得罪了神枪门的王轩。王轩与皇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光是他，一口气得罪了2个。哎呀，怕什么？有你在，这家伙可不敢乱来。不仅如此，紫阳宗接了神剑王朝的任务，会派人来取你性命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走吧，陪我在这天河城好好转转。不知道怎么说你了。哎呦，看，那个人是，那是天河拍卖场的独孤婉儿。想不到她现在竟如此动人。是啊，你再看看你呢，真是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啊！闭嘴！嗨，婉儿见过月华公主，见过秦公子。婉儿姐姐，我们多年未见，怎么变得如此生疏啦？你还是叫我月儿就好啦。好好好，月儿妹妹。秦公子，婉儿冒昧前来，不会打扰到您了吧？有美人相见，何来打扰？不过，你还是说正事吧。李月妹妹既然在，想必与我要说的一样。秦公子，格外小心死人宗。放心吧，小事。既然如此，那婉儿便不打扰二位了。婉儿姐姐既然来了，不如与我们一起逛逛。正好我许久未回，对这天河城多少有些不了解的地方。月儿说的很有道理。干脆一起去吧。这人走了。哦，不是吧？那不是月华公主吗？旁边的是独孤婉儿，那男的是谁呀？居然让这2位同行，配吗？那人你都不认识？不小。昨日天河拍卖场可是出尽了风头。这，看来2位平日里的人气比我料想的还要更高了几分。秦公子莫慌。他慌个屁！孽畜！你想逃跑？我把你买回来，是让你逃跑的吗？看你是不想活了。这声音是李胖子，看样子又在折磨他买回来的奴隶了。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整个天河王朝废弃买卖奴隶的作风。这李胖子为人嚣张跋扈，仗着自己是炼气宗皇家的亲戚为所欲为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1个月中，至少有半个月都在当街羞辱奴隶，难道就没人管管吗？这是李胖子自家的奴隶，其余人管不到，也没有理由来管。再给老子跑一个试试看！老子给你吃，给你喝，你个小畜生还不满足啊！说话！李胖子，你害我全族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全族又如何？不过是个卑贱的妖婆，1两银子将你买回来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。我现在是你的主人，是你的天。这样，若是再让老子发现你逃跑一次，可就不是现在这样，仅仅是挨一顿打了。我刚才说什么？姬若幽？对，怎么了？想不到，竟还有如此意外的收获。这家伙要搞事情了！他一笑，
肚子里肯定没好水。此女一定要教，否则的话，神族日后可就要大霉了。累死老子了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打骂自家奴隶的吗？我怎么会被一个奴隶的眼神吓到？看什么看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……什么人？看管老子的闲事！这丫头我买了，开个价吧。不卖，给老子滚！方才这丫头说，她是被强买而来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要强买。好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！你可知道我是谁？马上给老子滚！既然如此，那也没办法。哼，算你小子！居然打了李胖子！这年轻人要出事儿了！李胖子可是炼气宗的人。臭小子！我要灭了你！野猪去！我看你就是一头猪。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人。看还真是有趣。皇妃若是知道此事，怕是又要气个半死了。罢了罢了，这李胖子也是咎由自取，秦羽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儿。我们走。那不是月华公主和独孤婉儿吗？这小白领究竟是谁呀？哎呀，李胖子这次可是得罪大人物了。我看未必，这李胖子毕竟是炼气宗的人，这事恐怕不能善了啊。秦羽，你要怎么处置这丫头？若是没有地方，可以暂时住在天河拍卖场。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这丫头体内果然蕴含着上古妖血，是她没错了。没想到你喜欢这样的。你懂什么？这丫头以后可不得了。是，就你懂得多，故弄玄虚。她可是未来的若幽妖尊，在数十年带领数千万妖兽，席卷了整个人族领地的恐怖存在。难怪前世这若幽妖尊极其厌人，想必是这段为人奴隶的岁月，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说起来，总不能让他一直穿着这身破烂的衣服。天河城最大的商会莫过于烟雨楼，我带路，走吧。啊，这不是婉儿小姐吗？婉儿小姐大驾光临，不知需要点什么？不是我需要，是这位公子需要给他怀中的丫头买身衣裳。原来如此，公子，请随我来。那我们先去逛逛，待会儿再会合。好。给月儿妹妹买身新衣裳吧。哦，月儿妹妹，好巧，我正准备找你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。皇妃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听说这烟雨楼今日采购了一批衣衫，据说是用极为珍贵的九彩鹰羽制成。我本想买了送你，既然你来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必了。楼上怎如此吵杂？快看快看，那不是九彩鹰羽服吗？太美了，漂亮，还蛮适合你的。哇，这女子真美啊！不对，你买衣服怎么这么快啊？一身衣服而已，自然很快。等等，这不是我要买的那身衣服吗？
喂，这衣服是我先看上的。你是说我抢了你看上的东西？错。那依你看，此事该如何？自然是将这衣服转让给我。你开个价，也别说我欺负你。那我就开价，我要你整个炼气宗。这家伙非要把皇妃气死不成？臭小子，你调侃我是吧？啊！别吓着小孩子了，我就是调侃你，你又能如何？混账！好欺人太甚！少爷，少爷，谁呀？少爷呀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少爷，我被人打了，我的奴仆也被抢走了，我可是您手下的人呢，这不就是打您的脸吗？你说什么？哦，打你的人不会就是我吧？臭小子，是你，少爷，就是他打我，还抢了我的人。青羽，我念在你与月儿相识一场，本想给你留点颜面，可你却一再辱我。月儿妹妹得罪了，此人必须得吃点苦头了。皇妃，你未免太不把真南王府放在眼里了。你真要为了他奔出真南王府来？他是我未婚夫。你好，很好。不过月儿妹妹，待我师尊来了，就算是你镇南王府，都保不住他。告辞。不能就这么算了呀，少爷，你的脸面不能丢啊！滚！青羽，那七仙老祖很快便会亲临，你无妨，我自有对策。既然来了，你们想要买什么，尽管买。天哪！你来买单。那今天就此分别吧。青羽，不要对这丫头干什么坏事儿。我像那种人吗？哼！你为什么要将我买回来？人生在世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你只需要知道，人类终究还是好人多。行了，睡觉吧，我去你隔壁的房间。接下来，只需要静静等待，进入我体内血脉觉醒的那一刻便好了。可恶！菲儿，为父教导过你很多次，遇到事情要沉着冷静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被一条丧家之犬气到如此，丢人！父亲教训的是，莫急，你师尊3日后便会抵达天河城，到时候礼乐注定是你的掌中之物。但比起这个，更重要的是即将到来的圣火大比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这次圣火大比，孩儿定会一举拿到头名。很好，你有你师父在背后撑腰，再拿到圣火大比的第1名，日后这天河王朝便可以横着走了。是，父亲。为何不动手？大半夜戴着面纱，不难受吗？你早就醒了。2位绝世美女深夜站在我的床头，这让我怎么睡得着？既然如此，你也该知道我2人来此的目的。别装了，你2人身上根本没有杀气。你之前说的关于死人宗的事情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看样子，你们应该都查到了。我从何得知？你们不需要知道，你们只要知道，死人宗绝对不是一个善良之地。现在回头，还为时不晚。你之前说的关于死人宗的事情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看样子，
你们应该都查到了。我从何得知？你们不需要知道，你们只要知道，死人宗绝对不是一个善良之地。现在回头，还为时不晚。谈何容易！我二人身上早就有死人宗独有的印记，只要这印记不除，我们便永远无法背叛死人宗。消除印记的方式，我与妹妹不是没有找过，但是消除印记，只有6品以上的圣火才可以。过来。你要做什么？少废话！过来。你要做什么？为你去除死人宗印记。你身怀6品以上的圣火？6品，你未免太看不起我了。说起来，我这应该是9品圣火。轮到你了。我的印记也消失了。现在你二人体内的印记已经除去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便不再受死人宗控制。太好了！现在，我再问你们一次，是否愿意跟着我，从此为我效力？五月、无私，从此为秦公子效力。好，无私，我以前说过，你所修的功法残缺不全，明明是玄阶下品，却只能发挥出黄阶的力量。现在，我为你完善功法。是。你现在的修为只有通神境2重。无法修炼更加强大的斗法，等达到通神境3重，我会传你一套玄阶中品武技。多谢公子。吴越，逐日神剑可带在身上？在。我传你一套玄阶下品的武技，可以配合逐日神剑，将其威力发挥到极致。公子，你这些神通手段都是在大荒之中得到的吗？日后若有机会，自然会告诉你。说起来，时辰不早了，不如我们趁早休息。可别想歪了，你们再去开一个房间。那公子，我们先告退了。算算时日，这气仙老祖也快来了。接下来定是圣火大比。圣火大比乃是天河城3年一次的盛事，由镇守天河城4方的4大宗门共同举办，目的是选拔优秀弟子，培养其成为最强炼气师。4大宗门分别是圣心殿、极日宗、玉女宗以及无情剑派，他们互相掣肘，形成分庭抗礼之势。气仙老祖曾经也是通过圣火大比成就第一，才达到了今日的成就。4大宗门底蕴极深，宗主修为更是通天彻地，寻常武者只要得到其稍加指点，前途便不可限量。这一次的圣火大比，4大宗门联合炼制了一枚用以奖励大比魁首的4品丹药——龙虎脱胎丸，其所蕴含的恐怖灵气，足以让我的修为瞬间踏入通神境5重。破境后，我便可以开启我的第3种荒招——酸泥。酸泥虚影可为我带来无尽灵魂神通，无灭罡法。届时，我的战斗力足以媲美通神境巅峰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是去向天神王朝复仇的那一刻。给我等着吧，你们的好日子不多了。变得热闹非凡了。不愧是圣火大比，距离开启还有几天时间，这天河城便已热闹起来了。哎，这是圣心殿的马车。据说这一次是圣女亲自前来，我就有机会能一睹芳容。哇，这就是圣女吗？太美了！若是能与圣女说上一句话就好了。
哟，这不是千霜吗？好久不见。差点忘记了，这个时候的冷千霜与我还并未相识。他是何人？似乎与我相熟。哼，登徒子罢了。于嫂，霜儿，此番你前来天河城，一定要将圣火大比的第1名邀入我们圣心殿。父亲的命令，我自当竭尽全力。霜儿啊，圣火大比的第1名自然是出类拔萃之人。若其是男子招入我圣心殿为婿，或许没你想的那么糟糕。于嫂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这么简单的出卖我自己。霜儿，于嫂，我知道的。走吧，我们先去拜访镇南王。我们到了。这不是圣心殿的圣女吗？看来传言属实，圣心殿为了拉拢天才，不惜出卖自己的圣女。楚林，看来你之前被我教训的还不够是吗？嘴巴还是这样臭。哼，之前看你不过是一介女流，有心让你罢了。你真以为自己有多少斤两不成？于嫂，我们走。是。混账，敢无视我！啊！那小子是……千霜，你也来拜访镇南王？刚好这里有我城，我带你进去。这登徒子竟追到了这里！冷千霜啊，冷千霜，我还真是小看了你。想不到你一到这天河王朝，便已经勾得上人了。楚林，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辱我。真当我没有脾气吗？哎呀，给我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放肆！吾乃七日宗神子。若你再出言侮辱冷千霜，我便让你从神子变成死人。这小子是什么人？为何通神境异种？却能够让我感受到如此恐怖的威压！我乃七日宗神子，竟被他吓到，当真是耻辱！臭小子，在镇南王府前不愿伤人，立马跪下磕头认错，我便不与你计较。我给你个机会，出手吧！这可是你自找的！拿命来！小心，这是5品圣火凝聚的火焰刀！哼，得手了！你这5品圣火是假货吧？这么热，你做了什么？为何我的圣火？5品圣火竟会如此惧怕他？莫非他身怀5品以上的圣火，又或者是天生火体？原来如此。不可能！5品圣火怎会被你一个通神境异种的废物压制？一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！够了！这是我镇南王府，不是街边闹市。吉日宗第5神子楚林见过镇南王。圣心殿圣女冷千霜见过镇南王。这老头明明早就到门口了，却偏偏现在才开口，老谋深算。想不到这秦羽在大荒竟然还得到了高品阶的圣火，老夫当日的决定可真是太对了。小兄弟终于来了，快随我进去。镇南王客气了，今日礼节已到，告辞。蠢货！秦小兄弟，今日我喊你来，也是有一件事要通知你。圣火大比，我知道。不错，正是圣火大比。镇南王府有一参赛名额，老夫可以给你。多谢镇南王。秦公子，你可愿加入我圣心殿？我若是夺了圣火大比第1名，再说不迟。我知道了。于嫂。是。镇南王，这是我圣心殿的一点薄礼，请笑纳。
有心了。圣女，此子得镇南王青睐，又身怀高品阶异火，你要主动一些，与他打好关系才是。好，秦公子，我多年未来这天河城，不知秦公子可有时间陪我转转？好啊，原来如此。既然圣女邀约，那就去吧。不过晚上记得来府内吃饭。你的小未婚妻可是亲自下厨了呀！好你个老头！行了行了，你们先去吧，老夫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。圣心殿为了招揽天才，不惜让圣女亲自出手，只可惜呀，只可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月儿不正是那月吗？想不到居然是您亲自前来，炼气宗可真是莫大的荣幸啊！王妃，这一次圣火大比，你可有信心夺取头名？您放心，我势在必得。我师尊气仙老祖也即将到来，有他与您为我压阵，还有谁能威胁到我？不见得。我方才见到了一人，此人虽然只是通神境1重，却可以压制我的圣火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天河城何时有这样的存在？你可识得此人？是他！你认得他？这小子叫秦羽，就是那个杀了李剑河被神剑王朝通缉的秦羽。不错，就是那个神剑王朝的乡巴佬。传言这秦羽深入大荒，得到了惊天造化，现在看来果真如此。传言这秦羽深入大荒，得到了惊天造化，现在看来果真如此啊！秦羽在大荒得到的机缘是圣火，那这一次的圣火大比岂不是？这秦羽体内的圣火品阶比我更高，这一次的圣火大比，恐怕无人能是其对手。神子，绝不能让他夺得圣火大比的胜利。这是自然。你师尊何时前来？师尊明日便能抵达。此事等你师尊前来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你先走吧。是。高阶圣火，若是能够将这圣火剥夺为我所用，其日宗宗主的位置，日后定然是我的。至于这皇妃和七仙老祖，便成为我的踏脚石吧。这秦公子竟然就是神剑王朝秦家的秦羽。秦公子，怎么了？秦家一事，小女深感遗憾。冷姑娘有心了。若是有什么需要的，我圣心殿当全力相助。就算结果是以赵氏仙族开战，也会坚定立场吗？赵氏仙族虽大，但我圣心殿的背后也绝不好惹。冷姑娘有心了，复仇一事我会亲手解决。只不过，在我复仇前，还需要冷姑娘和圣心殿多多帮衬。秦公子，你是说？冷姑娘，你明白就好。哎，那个一脸娇羞的美女是圣心殿的圣女，边上那人是谁啊？新来的吧？这小个人都不认识？我告诉你，人家身边那可是一天换一个，什么月华公主，什么独孤婉儿，哇，恐怖如斯啊！冷姑娘，我带你去别处转转。皇上呀，等等我，别走那么快嘛！李胖子，你确定了？我为炼气宗当牛做马，他们却把我当作弃子。只要您不嫌弃，我老李从此以后为您当牛做马。
我最近啊，又搞到10几个奴隶，全都是魅魔一族。魅魔，而且都是我精挑细选过的。好得很。从此以后，你便是小爷的人了。今晚将这群魅魔全部送到我府上。是。那是他，又是这臭小子。秦羽，呵呵，他身边的女子倒是有几分姿色。就是他抢走了我的奴隶。您是不知道啊，被抢走的那个丫头，论姿色，就算是他身旁的女子，相比起来也只是伯仲之间啊。而且我查过了，这小子之所以谁都不放在眼里，就是仗着镇南王府做靠山。王妃那狗东西，想要讨好李烨，自然是心有顾虑。但我神枪门可不在乎什么镇南王。走，李胖子，你现在既然是我的人，那我便帮你出这一口气。是。喂，好久不见呐！哟，我记得你不是皇妃家养的野猪吗？怎么，换主子了？你说什么？李胖子以后就是我的人，你抢了他的奴隶，这件事皇妃不敢找你算账，老子敢。这秦公子树敌不少。依你所言，你要如何算账呢？自然是将那奴隶交还出来。还有你身边这小娘子样貌不错，从今天开始也是我王轩的人了。满口污言秽语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本姑娘稍安勿躁，我来就行了。啊，王轩，我若是不呢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很好，出手吧。刚好我也想活动活动筋骨。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正好让你看看老子刚学会的玄阶下品武技——风雷掌。秦公子，这风雷掌威力惊人，是否需要我？王姑娘，区玄阶下品的武技，还不劳你出手。这风雷掌可是我花了大代价才从皇妃那里买来的，今日就用你练练手。风雷掌！啊！蓝姑娘，这不就搞定了吗？是。接下来该你了。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！我愿意献出我全部的身家，只求你饶我一命啊！全部身家？是。蓝姑娘，可愿陪我去看看？也好。还不带路？是。李胖子，这就是你的全部身家？是。就凭这些，可换不了你的命。求你了，放过我吧！我真的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对，我还有奴隶，很多的奴隶啊。带我去看看。好。好恶心的味道！将奴隶关押在这种地方，李胖子，你的心肠之歹毒，的确超过了我的想象。走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王姑娘，你暂且忍耐一下。这些奴隶就一直被关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吗？李胖子，害我强抢，掳我当奴隶，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啊！不可原谅！你息怒啊！我以后再也不干这些事了。你还真是不当人。这时，
魅魔，这也是你的奴隶？是，这是我最先到手的魅魔，全都是1等1的极品。李胖子，很好，很好。您满意就好。那我是不是可以？我说过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你走吧。太好了，多谢。好，不过这可并不代表我的姑娘会上。像你这样以折磨奴隶为乐之人，根本死不足惜。秦公子，这些奴隶你打算如何处置？唉，都是些可怜的人，我会让镇南王府来安排这些奴隶。如此甚好，有劳秦公子了。立刻将所有的奴隶解救出来！这李胖子死不足惜，就应该将他关在这里，好好的赎罪才是。杀了一个李胖子，还不足以改变买卖虐待奴隶的现状。你要时刻谨记你的抱负，废除天河王朝奴隶买卖的制度才行。接下来，便由你陪着冷姑娘吧。晚上我也不去府上吃饭了，先走一步。你这个混蛋，知不知道老娘做顿饭有多不容易？下次我一定不饶你。看来秦公子与李月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到那个地步。郎姐姐，郎姐姐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奇怪。圣火大比即将开始，任何提升修为的机会都不能错过。想不到竟然是你亲自前来啊！哎呀，六公子能屈尊前来，真是令我们神枪门蓬荜生辉啊！闲话少说，这一次圣火大比，你神枪门可有能够参加之人？我便知道，你神枪门真是越老越不行了。吉日宗已经决定扶持炼气宗皇妃，玉女宗则扶持冰魄门。至于圣心殿，暂未知。我这次来，便是给你们神枪门一份机缘。这是6品圣火，此乃6品圣火，世心双眼。有了这6品圣火，再加上我无情剑派的扶持，想必有一争之力。多谢六公子。爹，不要替我做主啊！爹，这位是？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这位是无情剑派的柳公子。无情剑派。希望你神枪门不要让我失望。爹，这是什么？出住！这是6品圣火。6品圣火。无情剑派决定扶持我们神枪门，这6品圣火你速速炼化，争取在圣火大比上夺取魁首之名。圣火。我也有圣火了，秦羽，虽然风雷掌奈何不了你，但现在我也有了6品圣火，凭借我王轩的天资，炼化圣火后必将更进一步，到那时便是你的死期。说起来，你这一身伤是怎么回事？没事了，爹，我先走了。想不到我儿竟也有得到圣火的这一刻，看来我神枪门注定要崛起了。师尊终于来了，弟子拜见师尊。
进来，随为师前去镇南王府。是。为师此次前来，一是为你定了与李月的亲事，第二，则是助你拿下圣火大比的第1名。师尊，说起这个，还有一事相告，是关于神剑王朝卿家秦羽。秦羽，为师知道了。看来这秦羽自大荒之中得到了巨大的机缘。秦羽身怀圣火，又拍下了残品仙气，想必那日我所感悟到的仙气气运，便是在他身上。师尊，这秦羽身上的圣火品质极高，就连楚灵都比不上，绝不能让他参加圣火大比。无妨，让他参加。为师此番前来，自有办法助你夺魁。这是为师的6品圣火，幽冥鬼炎。虽是6品，但为师酝养多年，虽比不上7品，但也相差不多。为师会利用秘术，让你拥有这圣火之力。6品以上的圣火何等稀有，为师猜测，那秦羽小儿应该也只有6品。有了为师这幽冥鬼炎，你夺魁十拿9稳。这便是幽冥鬼炎，多谢师尊，定不会让您失望。秦羽，修为不如我，纵然有一身蛮力以及圣火，但此刻我也有了更强大的鬼炎，你如何是我对手？爷爷，你想个办法嘛！皇妃那狗皮膏药马上就到了，你找他去。得了，唉，又是我的事儿。秦羽，你待会儿好好表现，狠狠地杀一杀皇妃的威风。哦，镇南王，好久不见呐！这皇妃身上的圣火品阶提升了，原本她只是5品，现在已经是6品，甚至接近7品的存在。这七仙老祖还真是下了血本。璃月妹妹，今日我师尊前来，就是要将我们的亲事定下。不要，我已经有未婚夫了，我与你本就不熟，无非是年幼相识罢了。我劝你以后不要一直纠缠着我不放。这位小兄弟，想必就是神剑王朝秦家的秦羽。正是。秦羽，你有何资格成为李月的夫君？你不过是神剑王朝的一条丧家之犬罢了。皇妃乃我亲传弟子，接下来也会成为圣火大比的冠军，从此平步青云。而你如何能比？秦羽同样身怀圣火，圣火大比的第1名一定是他的。如此简单的激将法，这丫头就上当了。这老狗明着出言激李月，实则是想乱我心神，在圣火大比引我出手，借机取我性命。但这也正合我意。说得好，那若是秦羽得了圣火大比第1名，菲儿自然不能与之相比。可若是没成呢？不可能！若我夺得了圣火大比魁首，你便要立刻与我成亲，不得有丝毫拖延。如何？你如此相信秦羽，想来这个赌约，你不会拒绝吧？好啊，谁怕谁！听到了吗？一定要拿到魁首之名，不然的话，我可要落入魔掌之中啦！很好，那圣火大比之日，老朽便拭目以待了。气死我了！秦羽，圣火大比上，好好的教育那个皇妃。你确定？那皇妃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她之前只是5品圣火，但此刻体内圣火之威已经大幅提升，达到6品，甚至接近7品哦。接近7品又如何？还不是……什么？接近7品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是啊，现在我根本没有把握胜过他，恐怕明日过后，你便真的要嫁给他了。完蛋了！我为什么
我这么冲动，我好蠢。小兄弟，你就别逗月儿了。在你面前，无论6品还是7品，恐怕对你而言都没有丝毫差别。谁知道呢？通神境3重已成，明日便是见真章的时候了。圣火大比终于开始了。是啊，希望秦公子顺利夺魁。圣火大比开始了！可惜啊，可惜！我若是身怀圣火就好了。一群蝼蚁，满怀天真的前来参加圣火大比，可你们却不知道，这场比斗注定与你们这些既无天资又无背景的蝼蚁没有丝毫关系。哟，黄飞，看你自信满满，夺魁似乎是十拿9稳了。王轩，今日乃是圣火大比，你来做什么？你又没有圣火，是来看热闹的吗？有没有圣火，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哼！王轩，你我之间的恩怨先不提，那是自然。2个蠢货。2位好啊，希望你们今天好好发挥，争取不要说的太难看了。大言不惭！秦羽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尽情笑吧，我看你能笑到什么时候。今年的圣火大会，各路高手云集，4大宗门代表也是实力强劲啊。但是这个武者尤其引人注目。秦羽，秦羽，真的是你！青瑶，自从你前去玉女宗进修，我们已经3年未见了吧？想不到，你现在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秦羽，你的变化也不小。不过我的确没想到，你居然会前来参加圣火大比。这圣火大比，我志在必得。秦羽，你的事我听说了。秦家为我神剑王朝鞠躬尽瘁，立下赫赫功劳，但我没想到，父亲与姐姐竟是那样的人。无妨，这是我与他们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哦，这就是结伙了李剑河的秦羽。秦羽与小师妹一起长大，关系匪浅。若秦羽真的得了圣火大比魁首，或许可以从中做些文章。什么情况？那小子是谁啊？怎么与玉女宗的人如此亲密？蠢货，那可是情圣，看着吧，等会儿他身旁的女子若是少于3个，我赵日天的名字倒过来写。秦公子的身边真是从来都不缺佳人相伴呢。看吧，又来一个呢。婉儿姑娘过奖了。那么秦羽，我先上去了。圣火大比一定要加油啊！放心吧，此次圣火大比的魁首，定然是我的。师妹，若是这秦羽真的拿了圣火大比的魁首，接下来的事儿可就要靠青瑶你了。你看，他也来了。啊，看到了吗？那就是冰魄门号称100年一遇的绝世天才。年仅16，
便已然是通神境5重修为，更是身怀6品圣火，那就是冰魄门的楚寒衣。楚寒衣闭关3年，想不到已经出落成如此美人。哎呀，想当年我见她的时候，还只是个流鼻涕的小孩呢。这小子怎么连楚寒衣都勾搭上了？秦羽，我与秦家有缘，日后有需要，尽可找我。你好，你好啊！他是？你好啊，多多指教。嗨，你好啊！你也好。秦公子的熟人还真是多呀。果然他也来了。前世便是他夺得了圣火大比第1名，此人来历神秘，自称子修。前世以碾压自知夺取圣物，所表现出来的修为，赫然已经达到通神境8重，而他所怀圣火，更是不低于8品。只不过奇怪的是，自从他赢得了圣火大比，便失踪不见。这一世，我倒是要好好的看看，此女究竟是什么来历。时辰差不多了，诸位，请肃静。圣火大比乃是我天河王朝一大盛事，今日希望诸位各凭本事夺得魁首之名。下面请4大宗门代表上台。这便是天心圣火师。这便是天心圣火师。天心圣火石乃天河王朝最为神秘之物，据说乃是伴天地而生，不仅可以帮助武者对圣火的掌控更进一步，甚至可以令圣火品阶提升。因天心圣火石太过珍贵，从来都是由4大宗门共同所有。哇，太壮观了！若是他们知道大荒深处有一座大山般高大的天心圣火石，不知会作何感想呢？诸位想必已经知道，这便是天心圣火石，对拥有圣火之人可以说是极为重要。这天心圣火石本是由我们4大宗门共同掌管，每个宗门可以使用3月。但若是能够将圣火大比第1名招入宗门，接下来的1整年时间，便可以独享天心圣火石。秦公子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圣火大比的规则十分简单，共分3轮。第1轮为2两对决，胜者进入下一轮。现在，请各位上台抽签。吉日宗的小神子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抽签牌，你不会给我做了什么手脚吧？你未免太小看我楚灵了。哼，就算你真做了什么手脚，对我而言，也没有任何用处。说得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能走到哪一步。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着吧。诸位，请看你们手中的令牌，你们的令牌上分别有一个数字，相同数字之人，则是本场对决的对手。5号，不知道这第1轮的对手会是何人？拿到1号令牌的人，请开始准备，其余武者先行下场。行。1品圣火也敢来参加圣火大比，
这世界上的蠢货总是源源不断呀！小白脸儿，我劝你早点投降，免得把性命交代在这里。唉，废话真多，直接来吧。臭小子，这是你自找的！三品圣火还算不错了，可惜遇到了秦公子。走吧，小白脸儿！用这三品圣火，仅仅是平平无奇的一招鞭腿便将其击败，秦羽远比我想的更强。真无趣。哼，可以什么？第6轮，王妃胜；第7轮，王轩胜；吴明胜，吴汉一胜。诸位，这样看着未免无趣，不如我们添点彩头如何？老朽同意，不知其余几位意下如何？我没意见。是个有趣的提议。既是如此，我便拿出3品丹药，一金断骨丸，压黄飞胜。老朽同样压黄飞。彩头便是老夫亲手炼制的武器傲霜剑。手笔倒是不小。既然二位都如此大气，我圣心殿也不能落了下场。这件天津铠作为我圣心殿的彩头，我压秦羽公子获胜。3品丹药无情丹，压王轩。玄阶下品武技流云步，我压楚寒一。哇，不愧是4大宗门，一出手便是如此奢侈。唉，我要是有圣火就好了。就算是不能拜入4大宗门，哪怕去做个扫地小厮，也比现在的日子好啊。诸位，这是你们都压错了呢。这些彩头本就是给圣火大比的魁首，若我们都错了，也无大碍。如此甚好。依我看，这次圣火大比的魁首，只会在我与那位秦公子之间产生。这丫头怎么把矛盾转到我身上了？不知天高地厚，就凭你和那千羽，也想拿下圣火大比魁首？有我王轩在，这魁首非我莫属。对啊，想赢没那么容易。就是说得对。好了，接下来要进行圣火大比的第2场，这第2场乃是混战。看样子，这些人早已被收买，还真是一群天真且愚蠢的家伙。第2轮时间为1炷香，时间结束后，最后站在场中的4人将进行最后的比试。若说第1场只是为了将太弱的武者淘汰，第2场便是对你们圣火能力真正的考验。第2场，所有武者只可使用圣火进行战斗，除此之外，不得使用武技以及自身修为压人。现在，圣火大比第2场开始。现在，圣火大比第2场开始。来吧，我就站在这里，看看你们能掀起多大的风浪。事到临头还大言不惭，接招！哦，树上为高，卑鄙无耻！秦羽，我等却身怀4品圣火，为了这一刻更是苦练合击之术。你挨了这一招，就算苟活下来，也得掉层皮。掉层皮？我身上可是半分灰尘都没有。既然你们就这点能耐，那么现在就轮到我了。果然只是6品威能罢了，看来我猜的不错。讨厌，你果然有6品圣火。指望那几个咸鱼，你2人也真是愚蠢厉害，想取我性命，还不抓紧动手？我是6品圣火，
你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不成？这么急着去见阎王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六品圣火我也有，小子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怎么连王轩也有6品圣火啦？哼，扶墙见汉，真是好大的势力。同样是6品圣火，我看你如何以1敌2！哼！方才我只是热个身罢了，谁说我的圣火是6品？这般威能，7品、8品，不是，这是9品圣火呀！9品圣火，就连我极日宗宗主都仅仅是8品圣火，9品，他身怀9品圣火，赚大了，赚大了！9品圣火，整个天河王朝历史上拥有9品圣火之人不过10余人罢了。其中最差的一人，目前也已经是破万境巅峰。不仅在天河王朝所向披靡，就算在整个大陆，也数得上是顶尖的存在。好得很！想不到我天河城也出现了9品圣火的天之骄子，竟是9品圣火，就连师尊也不过身怀8品圣火。秦公子未来成就，定然能够超越师尊。秦羽，这就是你在大荒得到的大机缘吗？父皇，你为了攀附赵氏先祖，选择牺牲秦羽，可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我神剑王朝更是失去了秦羽这样的天之骄子。父皇，你若是泉下有知，会后悔吗？你2人机关算尽，想要射击他，只可惜在9品圣火面前，你们的一切行为都显得那么可笑。此刻我不杀你，是因为留着你们还有用。待上古遗迹开启内幕，便是你2人的基点。圣火大会该结束了。从暴露9品圣火的那一刻起，便再没有比试第3场必要。他又要做什么？9天玄灭火，看样子这次前来人间，还真是来对了。天地灭！秦羽，你真是个疯子！父亲说的不错，世俗人间的确会给人带来几分乐趣。秦羽，希望下次再见，你的圣火还能再强一些。台上仅剩我1人，看样子圣火大比的魁首是我的了。身怀6品圣火，这圣火大比魁首竟不是我，竟不是我！秦羽，他一个神剑王朝的卑贱妻子，一个被皇族玩弄的蝼蚁，他凭什么？身怀9品圣火又如何？不过是个通神境1重的废物。这手掌大名的魁首，只能是我皇妃，任何人都拦不住我。不着的，秦羽！秦公子，小心！都是你自找的，秦羽！
既然你不珍惜这条性命，我便成全你。小子，为什么伤不到你？为什么？你明明只是一个废物，就应该被我踩在脚下才对。真正废物。是你才对。一阶仙气，原来那日我所见仙气之气域，便是此物。秦羽啊，秦羽，不仅身怀9品圣火，还拥有1阶仙气。秦羽，皇妃乃我今日宗扶持之人，你敢杀她性命？战神枪，只能任凭他为刀俎，我为鱼肉吗？若你再犬吠一句，我连你一起宰！好个狂妄的小子！我倒是想看看你如何取我这条性命！住手！秦公子乃我圣心殿看好之人，你若想对他出手，先要问问我答不答应。难道你要与我圣心殿作对不成？千霜，由他来。他若想去黄泉之下陪着皇妃，那便让他去。秦公子，这是你自找的。玄阶中品武技，一日神摇。极日神摇是极日宗前3名圣子才被学习的武技，威力之大，修炼之圆满，甚至可以与玄阶上品一较高下。就算你觉醒了9品圣火，就算你敌得过皇妃，但在玄阶中品武技面前，依旧是蝼蚁。玄阶中品，就让我用来试试。我此刻能用出最强的一枪吧！1阶上品，九霄神雷枪。什么？地阶武技，竟是地阶武技！秦羽，你究竟还有多少底牌？大荒的机缘，竟如此强大吗？极日宗神子也不过如此，去见皇妃吧。秦公子，出林动不得！机械老祖，还不出手！我若出事，你怎么向极日宗交代？秦羽，点到为止，休要伤人了。小子，枪！哇！我说过了，要让他与皇妃在黄泉之路结伴而行。混账！秦羽，你先害我爱徒，又伤极日宗神子性命，如此嗜杀凶恶，天理不容，罪大恶极。就算你觉醒了9品圣火，也留你不得。好一个留我不得！老狗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活着吗？看我挚爱，将其百般凌辱，许你不共戴天！原来这秦羽与气仙老祖早已婚约，只是那挚爱究竟是何人？想不到，老夫竟与你还有如此大仇。你年纪轻轻能够击败楚灵，并且身怀9品圣火及地阶武技，的确是绝对的天之骄子。只可惜，老夫早已是通神境巅峰，灭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1阶仙气，紫魔鞭，1阶仙气紫魔鞭，加上玄阶上品功法紫魔鞭法，看来是下了杀心。太弱了，太弱了！秦羽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
镇南王，龙虎脱胎丸！接住！丹药龙虎脱胎丸，有数年时间根本不足以炼化，临阵服药，真以为你能够突破？四品丹药龙虎脱胎丸，没有数年时间根本不足以炼化，你临阵服药，真以为你能够突破？怎么可能？你真的炼化了龙虎脱胎丸？这是神通境巅峰的力量，仅仅是炼化了龙虎脱胎丸，便有了如此大的提升。老狗，接我一枪！不好，魔鞭！好强大的威压！这是……临阵突破，击败通神境巅峰的七仙老祖。秦公子远比我想的更加恐怖。幸好我没有与这妖孽发生冲突，否则就算是无情剑派也保不住我。千羽，我是说，是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放过我。我想要的只有你的狗命。金金羽，纵然你乃绝世奇才，不，或许称你一声妖孽也不过分，但你还是太嫩了。此阵符乃是我耗费数年精血炼制而成，只要身在此阵，你的灵魂便会被不断摧磨泯灭，成为空壳一个。老朽活了100岁之多，灭过的天才数之不尽。你真以为就凭你一黄口小儿，真有本事灭我不成？我灭！待我灭了你的灵魂，你体内的圣火便是我的。什么？我的大阵失败了！我在大荒得到的机缘，可并非只有区区圣火。你的大阵并非失效，而是任何灵魂类的攻击都对我无效罢了。可怜你这个老狗，自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，殊不知你的所作所为，对我而言究竟有多么的可笑。金羽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这一次我绝不敢再有任何心酸。况且楚灵以命丧你手，你已然得罪了吉日宗，你若是再取我性命，吉日宗定然不会放过你。留我一命，从此我愿听你驱使，助你向赵氏先祖复仇。秦羽，要想清楚，留我一命也是留你自己一命。留我自己一命，我的命是属于我的，无论是谁都取不走。至于你这肮脏的老狗，也配与我提条件吗？秦羽，你就是个恶魔！恶魔！老狗，你知道吗？在镇南王府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便控制不住我体内的杀意，但那个时候我还无力对付你。于是我不断告诫自己，要忍住内心的怒火，但现在，
我火气很大。老夫人在了，能败在你这种妖孽手中，也算是不冤枉。但我真想走得明白一些，我究竟做了什么？大历元年，你奉李清河之命活捉李清瑶，不仅打碎了清瑶的一身骨骼，更是将其关押在大荒黑死潭中。黑死潭能够无尽放大人的痛楚，就算轻轻的触碰皮肤，也会感受到生不如死般的绝望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整整3个月，你折磨了他整整3个月。你究竟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到。李清瑶明明还活着呀！我求求你放过我，求你了！下地狱去吧！结束了，七仙老祖已死，接下来就轮到那对狗男女了。青公子，觉醒仙纹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我信。这无恙，仙纹成了。无上神纹，想不到我竟然觉醒了无上神纹。太好了！我原本认为这李清河体内的血脉可以助你觉醒仙纹，才让你娶了他，令他心悦诚服地交出体内的血脉助你觉醒。但没想到，你竟一举越过仙纹，觉醒了无上神纹。我赵氏仙族复兴有望！无上神纹，纵观我族万年，都未曾出现一个。就算是整个仙族，拥有神纹者亦是寥寥无几，更别提代表着神纹之中最顶尖的无上神纹。电儿，有了这无上神纹，你我便可返回仙族，再也不用在这世俗界待着了。回去之后，只要你潜心修炼，日后一统仙族，让我赵氏仙族成为世间主宰。二叔，我赵氏仙族有典，觉醒无上神纹者可成族内之。七仙老祖与吉日宗关系匪浅，楚林与七仙老祖都命丧你手，吉日宗定然会来找你麻烦。吉日宗虽略胜我圣心殿一筹，却也不敢与我们撕破脸皮。秦公子入我圣心殿后，我自当护秦公子周全。你圣心殿护得，我玉女宗便护不得吗？秦公子可未必入你圣心殿。白菲菲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李清瑶是我玉女宗核心弟子，也是下一任神女。况且清瑶与秦公子青梅竹马，你觉得秦公子会不会因为清瑶入我玉女宗？秦公子，若你入我玉女宗，我可以代表宗主向你承诺，3年内清瑶必当成为玉女宗神女，而秦公子也会得到玉女宗内门执事之位，与副宗主地位相同。玉女宗给出的条件，我圣心殿一样可以满足。秦小兄弟，此情此景，老朽可帮不上忙了。如何抉择，就看你自己了。我不会加入你们任何一个宗门。秦公子，不过我会前往圣心殿修炼一段时间，天星圣火时，自然也归圣心殿独享。多谢秦公子。秦公子不愿加入我圣心殿，也罢，以秦公子的天赋，他值得更好的选择。既然如此，
我也不再强求，先行告退了。哼。玉女宗，前世七贤老祖前去你玉女宗要人，你们二话不说，直接将青苗交了出去。这一世，玉女宗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秦小兄弟，四大宗门的赌注都在其中了，这一次你可是收获颇丰啊！镇南王，我不需要这些。可是，就当我对镇南王府神威君的一点心意，您与月儿也该过一些好日子了。神威君，神威君，神威君！镇南王府百战不屈，以古筑城，血溅青天。近100年来，镇南王府都在为人族而战。您的9位儿子，14位孙子，为了守护人族，全部以身殉国。您为了抚恤神威君，更是不惜掏空整个镇南王府。而您，也因为数10年来的暗伤，一身赫赫修为，至万不存疑。您如此气魄，当得人族英雄4个字。秦羽在这里，替被神威君拯救过的所有人，向您致敬。好，秦羽，老朽想向你提出一个请求。镇南王，您放心，无论日后我秦羽能达到何等境界，我都会誓死捍卫人族，保人族不灭，护人族长青。老祖，老祖啊！我王铁强无能，无法振兴王家呀！爹，我给老祖磕头认罪！老祖，非我无能，实在是那青羽太妖孽了，我真的没办法呀！大胆孽子，还在找这种借口！你，想不到我堂堂王家子孙，竟混成了这个样子。老祖显灵！罢了，一切都是定数。王轩，你身怀王家血脉，能够开启我这一道神石，我只能将振兴王家大业交托于你。此乃我王氏一族密令，能够打开我生前所修洞府。去吧，将我在其中的所留之物炼化，然后复兴我族。爹，老祖令牌，这是老祖令牌。我曾听闻你太祖爷爷说过，曾经我王家也是这世上最顶尖的大家族，老祖修为更是通天彻地，只可惜因为得罪了上界先祖，一夜没落。此番若是得到老祖遗留的宝物，王家振兴有望。秦羽，就算你在大荒得到了机缘，等我拿到王家传承后，我必血洗今日之耻。想不到神枪门竟是曾经大族后裔，看样子我今日是来对了。这声音是……楚离，你是人是鬼？我自然是人。可你不是被秦羽，你……吉日宗曾经共有神子18位，1年前我为神子最后一名，但现在我则是第5神子。你们可知为何？我来告诉你，是因为吉日宗现在只剩下5位神子，你们觉得那13人都到哪里去了？我楚灵能够一路走来，怎会没有后手？
蛇息分身之术，是我斩杀第8神子后从他那里所学秘术。王轩，你想灭了那秦羽，可对？我与秦羽不共戴天。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，右旗与你一同前往洞府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你放心，王家传承我分文不取，我只要秦羽身上的9品圣火。可是你打得过秦羽吗？就连通神境巅峰的气仙老祖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自有我的办法。秦羽拿了圣火大比第1，下一步恐怕便要返回神剑王朝。明日，若你们无法将秦羽诱往秘境洞府，我想你们知道后果的。爹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明日你我亲自去邀请秦羽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恭喜秦公子获得圣火大比第1名。不过是大比第1罢了，算不得什么。大荒真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，秦公子在其中得到的机缘，竟可让他灭了气仙老祖。明日，我便会启程前往神剑王朝复仇。至于你2人，我有一件事交给你们，且听好。见过镇南王。你2人今日来此，有何要事？今日来是向秦公子赔罪的。王玄不知天高地厚，得罪了秦公子。希望秦公子海涵不要与他一般见识。秦公子，为了向您赔罪，我神枪门特来送上一份机缘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你但说无妨。我神枪门意外发现了一处上古大能遗留的洞府，所以前来邀请秦公子一同前往，共获机缘。果然是为此前来，只是比前世快了许多。王轩，你恐怕是想要在洞府内设伏对付秦公子吧？如此激烈的计谋，你真以为秦公子会上当不成？不会，万万不会，我们是真心想要赔罪。秦羽，快同意！你快同意啊！收起你们那拙劣的伎俩，秦羽是不会去的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你们的歉意我接受了。何时出发？什么？自然是越快越好。秘境就位于天河城西的赤芒山脉，明日启程的话，只需要1日便能抵达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明日出发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在下先行告退。秦羽，这明显是一个针对你的阴谋，你为什么要去啊？你都看出来了，我岂会看不出？放心吧，我既然决定前去，自然是有把握的。秦公子，我与你同去。无妨，我一人去足矣。全听秦公子的。秦小兄弟，虽然你身怀机缘无数，但此去还是要小心，切勿自大。镇南王的教诲，我记下了。这便是前世婉儿受难的地方。这一世的婉儿并未受到邀请，看样子是我夺取圣火大比，改变了原本的世界轨迹。秦公子，上古遗迹就位于这赤芒山脉下，前方有一处隐秘的洞口，我们只需进入，便可顺利抵达。带路吧。是。这2人的后手究竟是什么呢？4人宗？我倒是越来越期待。秦公子，我们到了。
秦公子就在前方。就是这。一阶仙器，全部都是一阶仙器。秦公子，这3样宝物全都是属于您的。这雕塑内尚蕴含一丝灵魂之力，或许就是这遗迹的主人。这3件1阶仙器上同样有着禁制法器，似乎只有得到认可之人才能够将其拿走，否则的话便会触动禁制，粉身碎骨。但这种手段对此刻的我而言形同虚设。轻而易举，收。接下来，只要将这3件1阶仙器炼化，战神枪的威能便会更惊人。这是铭刻仙文的仙文令牌。仙文只有仙族以及仙族后裔才能觉醒，觉醒仙文后，根据仙文品阶不同，会获得不同程度的提升，最差的也能让肉身强度与修为暴涨10倍不止。而人族若想要得到仙文，只有一种方法：狩猎仙族，利用秘术将其仙文剥离。前世的王轩，想必就是得到了这仙文令牌，从而觉醒仙文。只不过这仙文令牌残缺不全。仙文令牌能够让凡人拥有仙人之体，觉醒仙文的仙文令牌，老孙这些的手段竟如此恐怖。你们手上应该还有一个令牌，交出来。先交出你的小命吧，秦羽。死人宗宗主霍思人。秦羽，你认得我？你这副不男不女不人不妖的样子，想不认识不难。不过我还要好好感谢你，若非你，我也不能成功收服5家姐妹。秦羽，你以为你灭了气仙老祖，就有了与我叫嚣的资格不成？区区2个废物杂碎归顺于你又如何？我死人宗的底蕴远比你想的更强大。这4人都是我死人宗长老，修为全都是通神境巅峰，加上老夫一共5人，你如何抵挡得住？秦羽，你能在我死人宗手里躲过一次？看来你们还是没有明白，我能灭了气仙老祖，但并不意味着我只能灭通神境巅峰的武者。4名通神境巅峰，竟都不是他的一枪之敌。你还有什么手段？使出来吧！秦羽，你可知我死人宗最强的手段乃是炼制傀儡之术？他们早已被我炼制成了傀儡，不死不灭。秦羽，你确实很强，但是面对不死不灭的傀儡，你又能如何？给我上！打字。哼，不死不灭，接好了。不，你知道我炼制这4甲傀儡耗费了多少心血吗？
心血，你耗费的可不是心血，而是多少无辜人的性命。霍斯人，你修炼邪术，用生人精血炼制傀儡，罪恶滔天，人神共愤。今日，我便替那些枉死的冤魂复仇。哼，你们的后手太弱了。秦羽，你竟敢！你竟敢！看样子，你也将自己练成了傀儡之身，还真是可悲。能败在老夫妖魁之身下，也算得上你莫大的荣幸。消失吧！这家伙将自身炼制成傀儡后，肉身强悍，足以媲美破网境1重。小子，看你还有什么手段！小子，我要将你炼成傀儡。一具身怀9品圣火的傀儡，老夫此生还是第一次。睚眦之力加持的肉身，已经无法挡住破望境的力量了吗？霍斯人，千万别眨眼，接下来给你看点有趣的。小子，还有能够提升肉身的秘术，但你没机会了！想不到朱慈子远比我想的更麻烦。哼，罢，虽说浪费了妖魁之身，但能得到秦羽的肉身也不算亏。啊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，我这一招可还帅？你不是人类，你是妖族！妖族，原来他是妖族！化虚为实，引睚眦肉身为己用，只可惜我修为终究有限，借用9族金乌以及酸泥之力，也仅仅可以引动1条手臂之力。不过，仅仅是1条手臂，其威呢，也不逊于破望境3重。我说了，耗费数千人族精血炼的妖魁之身，竟也挡不住他一拳。消失吧！楚林，快出手！楚林，霍斯人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秦羽，我先走一步，下次见面我必灭你！你敢算计老夫？哼，你霍斯人也有今天。秦羽，你不能对我出手！你若灭了我，这辈子你都无法向赵殿复仇。你还不知道吗？赵殿已经觉醒仙文。你说什么？赵氏仙族已经降下了升仙之路，我相信以你的本事，知道升仙之路的位置也非难事，但这至少需要数天时间，而那个时候，赵殿已经回到仙界。你若放了我，我便
将升仙之路的位置告诉你。不得不说，这条信息的确可以换你一命。我需要你用灵魂发誓，留我一命。好啊，我以灵魂对天发誓，留你一命。根据我死人宗获取的情报，赵氏仙族将会在神剑王朝西南方100里处的七峰山脉降下升仙之路。秦羽，你最多还有10天时间，若10天之内你没能赶到，赵殿便会回归仙界。此生复仇无望。念在你提供了这样一条重要信息的份上，我可以让你走个痛快。秦羽，你不守信用，但你已经发下灵魂誓约，害我，天道必会降下惩戒，令你魂飞魄散。你真要与天道抗衡不成？信誉不是对你这样的人渣来讲。啊！太好了，秦羽马上就会灰飞烟灭。瑟尼，谢了，将另一块令牌交出来。是，给你，我给你。秦羽，今日的事儿我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，没有人会知道你是妖族，求你放过我。秦公子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付出代价，只求您放过轩儿，给我王家一抹血脉。你真是够了，一口一个妖族。我听到了睚眦此刻的内心，他很愤怒，所以我怎么会放过你们呢？就让我看看，这仙文究竟是何品阶。睚眦，你是要吸收仙文之力吗？那就来吧！这竟然是7阶仙文，睚眦还无法尽数将其吸收，剩下的一部分则化作了我体内的灵气。吸收了这7阶仙文，睚眦手臂之力愈发强大，比之前足足提升了1倍有余。而我此刻的修为也已经达到了通神境巅峰。但我实际所能发挥出来的战力，此刻已经可以击败破望境3重，若加上睚眦手臂，至少能斩遍破望境5重。赵殿，我虽不知你觉醒了何等仙文，但接下来绝无幸理。从这里前去七峰山脉需要9日，此刻我回到天河城已然来不及，只能先去七峰山脉。5月，替我转达镇南王等人，时间紧迫，我先行一步，待我斩除赵殿，再回天河城。赵殿，给我等着！赵殿，去了仙界，我会被嘲笑吗？哼，有我护着你，谁敢笑你？待日后我成为仙族之主，这人族女帝的位置便是你的。谢谢你，赵殿。赵氏仙族赵轩儿前来引我主回归，轩儿修为太强，贸然下界会引动下界乱流，所以请恕轩儿无法下界相迎。一派胡言，就凭他如何能引起空间乱流？他这样说，无非是想给您一个下马威，真是令人火大。
无需动怒，反正他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走吧，随我前去仙界。赵殿。秦羽，你我之间的事尚未了结，就这么急着逃跑吗？此子便是秦羽吧？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是他，需要我出手吗？赵殿既然觉醒了无上神文，对付一个凡人，想必是手到擒来，何须我们出手？这赵殿连一个凡人都对付不了，又怎么能够带领我赵氏仙族登顶世间？我明白了。秦羽，想不到短短时间，你也突破到了通神境巅峰。不得不说，你还真是令我有些惊讶。赵殿，我还是喜欢你当初哭着喊着求你二叔救你的样子。秦羽，现在的我已经不会被你激怒了。你以为你突破到通神境巅峰，就有和我叫嚣的底气了吗？我承认，曾经我对你的机缘也有些动心，可现在你所得到的那些东西，在我看来，不过是垃圾罢了。召唤，灭了他！是。当日放你一马，你就该像一只虫子一样，乖乖的躲起来，而不是今天这样，自取灭亡。自取灭亡？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周风收，你觉得召唤能挡得住秦羽几招？一招都不行，不只是召唤，恐怕赵殿也不是秦羽一招之敌。赵殿觉醒无上神文，此刻已识破妄境。唉，虽然依旧很弱，但也不至于挡不住秦羽一招。秦羽虽然只有通神境巅峰，但我能感觉此子体内有一股狂暴之力，这力量属于大荒深处，甚至就连小姐你都未必能将其斩除。什么？哼，召唤这一招已使出全力，秦羽必灭无疑。清河，我们该走了。赵殿，你就这么急着走吗？秦羽，你曾说你并非通神巅峰，你迈入了破妄之境。可恶，当初我便应该直接将你灭了才对。可惜，不是谁都拥有再来一次的机会。上路吧，换！赵殿，你这二叔不太行。秦羽，来吧，让我见识见识你引以为傲的仙文。秦羽，那日我败给了你，今时不同往日。接招吧，秦羽！萧神雷枪。好重的一刀，不与他第一次对拼，竟是落到手取下风。看到了吧，秦羽，今日的我已不是你能抵挡的。那话可不要说的太早了。再来，如你所愿。赵殿，接我第二枪！九霄神雷枪第二枪！武魂！
出来吧，我知道这一招灭不了你。你错了，你不止灭不了我，甚至连我的一根汗毛都伤不到。秦羽，之前我虽有把握胜过你，但我却也没想到无上神纹竟能让我强大到如此地步。什么？源源不绝的力量，秦羽，就是强弩之末了。赵殿，你这副样子真是令人作呕。秦羽，其实我有些同情你。原本你可以有大好的前途，只可惜造化弄人，注定要成为我的踏脚石。上路吧！如果成为我的踏脚石，你并不算丢人。这世上又有何人不是我赵殿的足下之臣？这就结束了？无聊。赵风生，你对秦羽的判断错了。赵风生，要来了。秦羽已除，这世俗间的妄念也就此了断。从此世间，只有我先王赵殿。这就要走了？第2回合，开始吧。第2回合，开始吧。这股心底之中产生的荆棘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手在颤抖。我已觉醒无上神纹，区区一个人间蝼蚁，竟会让神纹感到恐惧。我的仙纹在颤抖。纵然是他拥有大荒深处的力量，可赵风生，这真的可能吗？我仙族与大荒异兽相生相克，但如果仅仅只是得到大荒中的力量，绝不可能令仙纹震颤。那小子得到的是大荒异兽的肉身，甚至是大荒之中最为强大的异兽之一。此子不可留，让我出手将其抹掉，否则此子成长起来，我赵氏一族或许会有滔天之灾难。赵风生，赵殿与秦羽的仇是他们2人之间的事情。我赵氏仙族向来求贤若渴，遇到此等人才，怎能打压？依我看，今日赵殿灭于他手，对我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。你请不要意气用事，你说的或许是对的，但赵风生，我不是与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。赵殿，你似乎在害怕，你的双手在颤抖。一派胡言！秦羽，你真以为你变了一番样貌，就能够与我抗衡不成？无上神纹，仙族最强之力量，拥有横压古劫之威能。任何人、任何事，在无上神纹面前，都只能跪地匍匐。秦羽也不例外。秦羽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你不是。他这副样子，真如跳梁小丑一般。若要将其收为我用，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？秦羽，胜利的是我，是我赵殿。
这一刻，我似乎明白了很多事。为什么那些高高在上的强者，都是如此喜欢戏弄实力低劣之人？原来是这种感觉，还真不错。我输了，拥有无上神纹，我竟然还是输了！救我！我命令你们救我！赵殿，我虽有心救你，可无奈有心无力，对不起哦。你！李清河，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我不后悔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只是为了变强。我要成为这世间的强者，我要成为能够主宰一切的人。秦羽，动手吧！你说的没错，任何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你的选择并没有错，你的确成功过，你也成为了世间的女帝。女帝，我成为了女帝，我的选择没错，我的选择没错。一切都结束了。秦羽，你灭了赵典，你可知后果吗？你且说说。赵典拥有无上神纹，乃是我赵氏仙族既定的族内之主。我身为赵氏仙族之人，理应为他报仇。唉，这世上除了我，最希望赵典消失的人，便是你。赵轩儿，别忍着了，想笑就笑吧。放肆！秦羽，有些话是不该说的。赵风生，你还是老样子，只会摆一张臭脸，这样可不好。他怎会知道赵风生的名字？难道是他能听到我与赵风生的对话？但这绝不可能。我与赵风生之间的对话，拥有仙族结界的庇护。奇怪，他……此子太古怪了，为何一副与我很熟的样子？今日能如此轻易地除掉赵典，还真是运气好。若非来的是他们二人，恐怕我又要经历一场血战。赵轩儿，赵氏仙族天骄，拥有不低于8阶之仙纹，本性不坏，乃是赵氏仙族为数不多不滥杀无辜之人。前世也多亏了赵轩儿暗中相助，我才能与赵典一直周旋下去。只可惜，赵轩儿最终还是惨死在了赵典手中。至于你，赵风生，前世你临死前拜托我一定要除掉赵典，当初的我未能做到，这一世也算对得起你了。下界一训。还真是个有趣的小子。赵风生，我们下去。既然是我灭了赵典，这无上神纹我便拿走了。说什么？无上神纹对你来说并没有任何用处。寻常人族通过秘术的确可以得到仙纹，但无上神纹却不同。神纹乃是凌驾于仙纹之上，可以说至高无上般的存在。而这无上神纹
更是神文中数一数二的强大，除了我赵氏仙族，任何人都无法使用。你若不信，但可一试。看，我没骗你吧？看样子，现在的确无法炼化这无上神纹。若我能够解开饕餮封印，或许凭借他的能力，可以强行吸收。但饕餮至少需要破望境巅峰的修为，我还远远不够。金羽，将这无上神纹交给我吧。当然，我也绝不会白拿。这样吧，我可以用一件3阶仙器，加上一道7阶仙纹与你交换。如何？这些东西比起无上神纹的价值来说，可以算得上是微不足道了。金羽，赵殿与你的恩怨我都知道。赵殿夺你未婚之妻，害你秦家一族。金羽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天之骄子，好眼力。既然这样，我便陪你一个未婚妻。从今日起，我赵轩儿便是你秦羽的未婚妻。啊？小姐，使不得！你小子，这副表情是个什么意思？我家小姐何等尊贵，你竟嫌弃她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该答应？那绝对不行！金羽，我是认真的。你拥有大荒深处的力量，虽然身份上与我还相差甚远，但潜力无穷。我会竭尽所能培养你，待到你有了足够的实力，我便与你成亲。你放心，在成亲之前，我不会隐瞒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会将这件事告知整个赵氏仙族。小姐，你失了一个李清河，却得到了我赵轩儿。青云，你不亏。不愧是赵轩儿，真是个干大事的。为了拉拢我，竟不惜提出这种条件。不好意思，你的条件充满了诱惑，但是很抱歉，我要拒绝。金羽，你有何顾虑？但说无妨。我没有任何的顾虑，我只是单纯的对你没兴趣罢了。金羽，我已经拿出了我的诚意，同时我的耐心也要用完了。虽然你的确很强，但你真的认为你能击败我与赵风生吗？拼死一战，我有把握将你二人就地斩灭。不知天高地厚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将命留在这里吧。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你二人根本灭不了我。就算你们还有底牌，但我也一样有。若今日我未亡，你赵氏仙族便会留下一个巨大的隐患。我身怀无上神纹，若是将其送给仙界之中的其余大族，对你们赵氏仙族而言意味着什么？我相信你们很清楚。你在威胁我？不，我在和你讲道理。够了，说吧，究竟要什么代价，你才能够将无上神纹交给我？第一，我要一件4阶仙器；第二，我要10枚9品丹药。无上神纹对我来说，不过是提升力量的外物罢了。比起等到日后利用饕餮之力尝试炼化的风险来说，优先换取更多的修炼资源，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。第三，我要3到7阶仙纹。你这是在敲诈！心知肚明就好，何必说出来让我尴尬呢？4阶仙器我可以给你，但是9品丹药何等珍贵，我并没有那么多。我愿意用1枚9品丹药、10枚8品丹药、50枚7品丹药来代替。3到7阶仙纹，我同样可以答应你。小姐，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，无需太过放在心上。金羽，你可同意？成交。合作愉快。啊？我是让你先把东西给我，你在想什么？冷静，我要冷静。
上神纹，终究还是为我所得。小姐，齐宇那小子太过嚣张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咽不下也得咽，比起无上神纹来，那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，你没有发现吗？仅以此人心智成熟，底牌层出不穷，就算他得到了莫大的机缘，可你真的认为这些机缘可以让一个寻常的人族有这样的表现吗？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，此秦羽或许早已不是曾经的秦羽了。难道是夺舍重生？若秦羽真是夺舍重生的话，根据目前的线索，他拥有9品圣火、荒兽肉身，这些迹象加在一起，夺舍秦羽的，或许就是大荒之中的一支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一种猜测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与他交好这一点，终归是没错的。赵丰收，该回家了。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秦羽竟有荒兽肉身，还与赵轩儿那丫头达成了协议。我父亲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看来我族又要多一员得力大将。秦羽，我们圣心成见。看一下，看一看喽！来了，秦公子，恭喜！这桩事终于了结。金霜，我们走吧，是时候回去和镇南王告别了。镇南王和月儿已经离开了。边疆又有妖族来袭了吗？这是月儿留给你的信。秦羽，恭喜你斩除赵殿。本来还想等你回来亲自给你下厨庆祝，可惜边疆战事告急，我与爷爷不得不立即动身。秦羽，我决定加入神威军啦，你知道吗？我用的枪不比你的战神枪差哟。你去了圣心殿之后，一定要努力修炼。希望下次相遇，你能变得更强，我也会变得很强很强。来不及了，我要出发了。秦羽，珍重。月儿，镇南王一定要活下去啊！秦公子，月儿与镇南王一定会顺利击退妖族的。啊，我们也准备动身吧。好。婉儿姑娘，没想到你也要去圣心城。我天河拍卖场临时准备建立分号，地址就在圣心城，正好与你们一路同行。原来如此。主人，五月姐姐、无私姐姐去哪里了？他们会在圣心城与我们会合。哦。圣心城好大！不愧是圣心殿辖内主城，规模远远超过了天河城。我们先在圣心城内休整一番，过几日我们便动身前去圣心殿。选我了！前方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说无妨。是一些散修武者在招募队友。这群散修背后没有宗门势力，若是想在短时间得到一些天才地宝，唯有前去大荒闯荡一番。秦公子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我们走吧。
秦公子，这是我的私产，这几日便住在此处即可。今日便好好休息，明日我们好好的去逛一逛。九天玄灭火！不愧是4阶仙器，与战神枪相融后，战神枪的品阶也达到了4阶。睚眦，这3道7阶仙文就……睚眦，这回你可一点都没给我留啊！真是无情。连续吸收3道7阶仙文，此刻的我已经能够引动睚眦的第2条手臂。接下来便是提升我自身修为，真正突破到破妄境的时候。寻常的疾病难药，能够让通神境9成以下的武者步入通神境巅峰，这里有足足50枚，足以让我达到破妄境。破妄境1重，终于成了。踏入破妄境，也算是真正踏入了强者修习的道路。武者一途分通神、破妄、碎虚、归一、登神、入圣、至尊7大境界。迈入破妄境后，体内会形成一枚气海晶石，气海晶石能够储存灵气。破妄境1重所能储存的灵气是通神境的10倍，每提升1重，灵气量也会随之提升10倍。但那只是寻常武者，而我则是100倍有余。此刻配合我的肉身以及睚眦手臂，破妄境5重在我面前如同蝼蚁。就算是破妄境巅峰，我也有一战之力。若真死战，就算是废墟1重强者亦能战出。此刻我这番修为，在整个天河王朝已经可以横着走了。我前世达到这等修为的时候，已经40岁了，而现如今我才18岁。待我迈入碎墟，便可再入大荒。大荒分为7道荒格，第1道为大荒边缘，大荒边缘处的凶兽，实力最强为通神境巅峰，寻常凶兽也不过是通神境1到3重。第2道荒格，则是被大多数武者认为是大荒深处。可惜了，曾经的我也是如此认为的。殊不知，大荒之浩大凶险，根本不是寻常级别武者所能理解的。前世的我，因为一些意外，无意中进入了大荒7道鸿沟所产生的裂缝之中，直接进入了第7道鸿沟，也就是大荒真正的核心，这才被我得到了这份大荒传承。老朋友们，等着我，很快我就会将你们一一唤醒，同时我也会亲眼看看前世到最后都没有唤醒的8只荒兽究竟是什么。进来吧。公子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吾愿已完成了您交代的事情。四人宗所剩天材地宝，以悉数为我所得。获四人残部，一个未留，悉数斩除。请公子查验。九族金乌的这部分力量，我是要拿回来的。至于死人宗的天材地宝，你与武司留着便好。多谢公子。
武司那边如何了？妹妹已经与李清瑶取得联系，此刻已经进入秘密潜伏阶段。很好，让武司千万小心。我传他的潜行秘术虽然很强，但他修为尚浅，还不能将这门秘术完美运用。切勿生出丝毫大意之心，否则一旦暴露，绝无生路。是。下去休息吧。秦公子，要不要尝尝圣心城自己酿的酒？哦，在别处可喝不到哦。圣心城的酒，可是天河王朝最有名的。既然来了，岂能错过？我也要喝。在你成年之前，不得碰酒。他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来了一个很麻烦的家伙。你便是那个拥有9品圣火的小子吧？你资质不错，圣心殿容不下你，跟我走吧。沈公子，家父与师尊都对秦公子颇为重视，所以……冷千霜，我最不喜欢的便是有人打断我的话。今日我心情好，这一次就算了。若再有下一次，你知道后果的。跟我走吧。这人谁啊？也对，你不过是一个山野穷苦之地出来的人，不认识我也很正常。我叫沈玄，冰火玄宗核心弟子。原来是冰火玄宗，久仰大名。哼，看来你还不算孤陋寡闻，至少知道我冰火玄宗。既然知道了，便跟我走吧。宗门已经为你留好了核心弟子的位置。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人，留在天河王朝这种小地方，只能埋没。加入我宗后，或许用不了数年，凭借你的本事，便可以拿到执事之位。你还真是看得起我。不过冰火玄宗的大名，我还是略知一二的。为了攀附仙族大腿，你们宗主甚至将自己的老婆和女儿一起送了出去。这份神经气魄，令我不得不服。祁宇，你不要不识好歹。你们冰火玄宗太没有福气，若是去了这样的地方，从此可就要跪着活了。而且，我最恨的便是屈服仙族的软骨头。我已经是破奥这3重，竟然都扛不住这小子的威压。哼，我们走吧，不要因为这样一个家伙打扰了喝酒的兴致。秦宇，你给我等着！好酒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秦公子，沈玄此人睚眦必报，或许我们应该尽快前往圣心殿，否则我担心。不过是一个冰火玄宗罢了，无需放在心上。想不到秦公子已经引起了冰火玄宗的注意，只希望到时候父亲与师尊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吧。圣心城调戏女子，好大的胆子！秦公子，我去便回。我也去。你不知羞耻！明明说的是摸骨测命，你居然摸我的屁股！丫头，这便是你的不是了。既然是摸骨测命，自然要越仔细越好啊。
否则若是出了差错，我怎么对得起你这琼瑶入室般的仙子呢？相信叔，叔从不骗人。这世上没有任何人会忍心欺骗你这般绝美的女子。叔一路走来饱受争议，可叔从未后悔，只因叔为人光明磊落，无愧于心。叔只是想帮助每一个女子摸骨测命，让她们这一生能够幸福，能够快乐。可是，却总得不到世人的理解。唉，也罢。像叔这样舍小我为大家的高尚品格，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？此人脸皮之厚，当得上天下无双。让我们换个地方继续。司徒正宇，哎呦，这不是我的小千霜吗？许久不见，来让叔看看手相。不如先看看我的。小子，叔不好这口啊！你年纪轻轻，可莫误入歧途啊！这是司徒正宇，我们圣心殿的外聘执事。此人哪里都好，就是，司徒正宇，果然是闻名不如一见。司徒正宇，乃是司徒家二把手，从小天赋惊人，18岁便突破到了破妄境。本可以有大好前途，却主动进入圣心殿担任执事。据司徒正宇自己说，只有在圣心殿这样美女云集的地方，才能够将她的颜值充分的发挥出来。此人放荡心孩，脸皮极厚，最喜欢的便是借着为美女摸骨测命的名义摸人家的屁股。虽然如此，但此人却也称得上是人族英雄。前时妖族洪流来袭，司徒正宇以一己之力击退100万妖族，直到面对妖族女皇才不敌倒下。但在生命尽头，他竟还摸了妖族女皇的屁股，太棒了！据说因为这一举动，让妖族女皇在未来数万年都活在司徒正宇的阴影之中。此人虽说不够正经，却也是个有骨气的好汉子。年轻人，别这样看叔啊，叔害怕。司徒正宇，我父亲和师尊反复强调过很多次了，不许你再调戏女子。待我回到圣心殿，一定把这事如实禀告。小仙霜，说错了，再给叔一个机会吧。不可能。千霜，这次就算了吧。好吧，看在秦公子的面子上，饶你一次。若再有下次，绝不姑息。好兄弟，秦公子，我们上楼吧。带上叔啊！叔这个月的月供都花光了，没钱了。小兄弟，叔跟你说啊，你入圣心殿一定是你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圣心殿的女弟子那一个个的脸又白，屁股又翘。不说这个啊。对了。这个小丫头是你带来的？哦，怎么？一定要保护好这丫头，否则的话，必然会给你惹来无数横祸。那是自然。他也看出了这丫头的血脉，司徒一家果然不简。这丫头长大了，绝对是个绝世佳人，少不了一些浪荡不羁的男子招惹，一定会很麻烦的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叔一样正直啊。是我高估他了。还真有一件事儿，或许需要你帮忙。不对，应该是司徒家相助。好。冰火玄宗的沈玄来了，
要秦公子加入。冰火玄宗是个硬茬子，不过却也奈何不得我司徒家。只是这点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还有，我刚刚让沈玄跪在了我面前。好小子，干得好！冰火玄宗的人一个个鼻子都长到头顶了，给他们的人一个教训，简直大快人心呐！啊，小兄弟，你且放心，从今日起我贴身保护你。谢了。小二，上酒，今天恕要不醉不归。哎，来啦！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我想出去玩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让千霜姐姐和五月姐姐陪你去，可好？好耶！走，我们去玩了。秦公子支开我，想必是要和司徒正宇单独聊聊。我也不能煞了风景。小子，你有话要说对吧？不错，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。啊，不可能！这东西对我何其重要，岂能给你呀？再喝，小兄弟！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司徒正宇的亲兄弟。亲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不能借的？哥哥直接给你了。以后千霜可要叫我叔叔了。怎么了？千霜他们出事了，是冰火玄宗。暂未可知，我先去救人。司徒老哥，你在这里等我。我也去。方才我收到了五岳传音，对方只让我一人前去。司徒老哥放心吧，我应付得了。好吧，兄弟，不可大意啊。好。怎么还不来啊？秦羽可真慢。啊！终于来了，秦羽，你来！火气这么大！上路吧！秦羽，是我！是你？秦羽，你先松手，我没恶意。你这小子脾气怎么如此火爆？我们好歹也算相识，你不由分说就下这么重的手。你是冰火玄宗的人？冰火玄宗，一个依附仙族的垃圾宗门，也配与我有关系？你引我前来，究竟有何事？你可以先松开我吗？秦羽，我引你来，是希望你能够加入我族。你身怀荒兽肉身，究竟是谁？他怎会知道我能引动睚眦肉身之事？秦羽，你不要紧张。那，既然你有荒兽肉身，便是与我同源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父亲乃是镇守大荒之一，黑龙王。黑龙王？看他的样子不像是装的，他是真的不知道我父亲的身份。果然，秦羽并非荒兽夺舍重生。秦羽，你可知大荒究竟有多大？不知。我大荒绵延数百亿里，甚至比整个仙界都要大。而大荒更是分为7道天堑鸿沟，每一道都有一只荒兽为王镇压。而我父亲黑龙王，则是镇守第7道鸿沟的存在。论地位，我的父亲不输于仙界之主；论修为，就算是仙族排名前几的强者，都无法对我的父亲造成任何威胁。好厉害，黑龙王！前世我在大荒多年，都未曾见其影。睚眦，你可知道黑龙王？你说黑龙王曾是你的小弟？
雅思，你没骗我吧？秦羽，你既得荒兽肉身，自然应当加入我族。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，我带你去见我的父亲。很抱歉，我自由自在惯了，多谢你的好意。秦羽，你觉得我是在骗你，又或者你还有什么顾虑？只是我没兴趣罢了。秦羽，你已经不属于人族，你是属于我大荒的。加入我族，对你只有好处。你拒绝我，不会真的是看上了那赵轩儿吧？果然，当日我斩除赵典，此女就藏在周围。还是大爷，竟没有发现一丝端倪。我对赵轩儿毫无兴趣，但我也不会加入你。啊，秦羽，你的脾气可真倔。罢了，我族之门随时为你打开。既然如此，容我带走了。还有，我不喜欢你做事的手段，若有下次，我绝不饶你。脾气真差。对了，这个小丫头可以让我带走吗？这个丫头体内蕴含上古妖族精血，未来成就虽不可限量，但终归只是小小妖族罢了。你若让我带走她，我便以黑龙血为其洗精法髓，从此脱离妖族，成我荒兽一族。他所言不错，妖族虽强，但比起荒兽，的确差异巨大。我如何信你？这还不简单？我族有一门秘术，可与你结下契约，从此你我二人同进同退，命为一体。若有人背叛对方，当粉身碎骨而亡。雅子，你怎么看？好，我便与你缔结契约。很好。小海龙，大可只能帮你这么多了。秦羽，从今以后你我性命相依。若你什么时候改变了心意，只需在心中呼唤我，我便会知晓。若遇到任何困难，我荒族必全力以助。你们荒族缔结契约的方式，还真是……缔结契约只需与对方有肌肤接触即可。先走一步，告辞。我好像被算计了，难不成伢子是个内鬼？丫头呢？放心吧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秦公子，这件事不怪你们。走吧，那小丫头也有了更大的机缘。我怎会犯了这样的错误？无约啊无约，要引以为戒，绝不能出现第二次。那丫头有了更大的机缘，秦公子，你真的太神秘了。老弟没受伤吧？一场误会罢了，没事。老弟，小千霜啊，我与秦羽已结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以后啊，你可要叫他一声叔了。千霜，不要听他乱说，大家先去休息吧。再过几日，我们便启程前往圣心殿。圣心殿已经准备好了接待秦公子。那我可要好好看看，究竟是怎样的接待。身怀9品圣火，此次入我圣心殿，
定要将其拉拢过来。爹说的对，九品圣火，我倒是要看看此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来了，与我上前相迎。千霜，都已经临近圣心殿了，司徒大哥为何弃车而逃？因为前来迎接的是大长老铁凝，每次见了司徒正宇，少不了给他一顿暴打。难怪。你就是秦羽吧？哦，哈哈哈哈！体格健硕，根骨俱佳，是个好苗子。秦羽，你身怀9品圣火，若是好好学习练气，定然能够有所建树。未来气神之称号，也不是不可争上一争。若是你们知道9天玄灭火炼气只需瞬息，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开心。铁叔叔，你热情过头了。这算什么呀？身怀9品圣火的天纵奇才，就应该有这个待遇。千霜，今日你父亲与宗主本应亲自前来，奈何出了点事儿，耽误了。无妨。秦兄弟，圣心殿欢迎你的加入。这位是白非凡，是我师兄，也是我们圣心殿天赋最好的几人。虽然只有7品圣火，但炼气技术极高，尤其是炼药一途，更是登峰造极。更难得的是，师兄他一身修为也已经是通神境巅峰。师兄为人和善，性情豁达，秦公子与他定会成为要好的朋友。师妹休要折煞师兄，都是虚名，不值一提。白兄，有礼了。他身上有极日宗的味道。秦兄弟，今日就好好的为你接风洗尘。余兄年长你几岁，日后炼药一途，自当倾力相授。如此就有劳白兄了。称呼我为白大哥即可。看来秦公子与师兄的确能够成为莫逆之交。我圣心殿一派祥和，哪像是其他宗门勾心斗角。走，进殿。秦公子，司徒大哥说的确实没错。兄弟，圣心殿十分祥和安宁，来这里大可以不必拘束。不过，有些话为兄还是要告诉你。冷千霜乃是宗主亲传弟子，他父亲冷凝魄更是圣心殿修为最强之人。可以说，娶了冷千霜，就等于掌握了圣心殿，对其心心念念之人多不胜数。所以，秦兄弟日后一言一行还需多加注意，不要白白招惹是非。白兄也有意千霜？非也，我视她为亲妹妹一般，我一心炼气炼药，心无旁骛。如此专心，白兄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对了，圣心殿可否修习外门功法武技？但凡亲传弟子，绝不能修习外门功法。不过，若是加入圣心殿之前便会的功法武技，自然可以继续修行。原来如此，这家伙，有点意思。这小子不简单，莫非被他看出来了？那里便是大殿，快随我来吧。见过大长老、圣女、白师兄，宴席已经备好，请入座。其余长老以及师兄弟呢？一部分随着店主他们出去了，算算时辰，或许快回来了。还有一部分正在前来的路上。
秦羽，今日你便好好吃喝，明日啊会为你举行一场盛大的入殿仪式。好。不醉不归。为何还没回来？铁叔叔，店主和我父亲他们究竟去执行什么任务了？圣心殿后山出现了一群妖兽，其首领修为在破望境7重，倒是不强。只不过此兽极为狡猾，速度极快，这段时间频繁出没，店主这才与你父亲亲自出手。破望境7重的妖兽，纵然速度极快，但面对圣心殿店主，恐怕不是一合之敌才是，更别提还有千霜的父亲一同前往，所以我才会有些心神不宁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想必是有什么其他事情耽误了。来来来，我们继续喝酒。啊！钱霜，为父回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快让为父瞧瞧，这段时间是不是饿瘦了？父亲，你好歹是店内长老，能不能稍微注意点形象啊？嗨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没什么好避讳的。你就是秦羽，好，好，仪表不凡，气宇轩昂啊！钱霜，秦小兄弟还挺高冷。秦公子，妖族先锋将，四目赤猴。四目赤猴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从未听说过有如此妖族。秦小兄弟还真是见多识广啊。不过这东西速度虽快，攻击力却不怎么样，不足为虑。秦羽，今日是为你接风洗尘的宴席，自当潇洒快乐。这区区破望境7重的妖族，的确无需放在心上。秦公子，这位便是我们圣心殿的扶摇店主。见过扶摇店主，冷长老。这四目赤猴虽不强，但却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扶摇店主，可否找一处僻静之地，单独聊聊？你随我来。秦爽，这秦小兄弟怎么神神叨叨的？能让秦公子有如此表情，这四目赤猴绝不简单。这个秦羽又在搞什么鬼？秦羽，现在只有你我2人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四目赤猴身形矫健，耳聪目明，心思狡诈，是妖族之中为数不多拥有智慧的族群。因此，四目赤猴被妖族委任先锋将，负责巡查人族领地，获取人族情报，其目的则是为妖族洪流提供情报信息。妖族洪流？前世第一次妖族洪流来袭之前，大量的四目赤猴不断出现在人族领地上。起初，人族对四目赤猴并无防范，只是当作寻常妖族。但随着四目赤猴的增多，人族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。此后，人族领地各种强大的妖族层出不穷，直到最后，妖族洪流席卷而来，人族损伤惨重。只不过，这一次四目赤猴出现的时间，比前世要早了许多。所谓妖族洪流，便是无数妖族破土而出，席卷人族领地。这些妖族数量庞大，奸诈诡异者多不胜数。若是洪流来袭，圣心殿恐怕会血流成河，击鼓成山。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我绝不会骗你。四目赤猴出现后，不出1个月，妖族洪流第一批先锋军便会涌出。
扶摇店主，还请早做准备。我如何信你？信不信我取决于你。双儿说过，秦羽底牌层出不穷，神秘万分。说他所说是真，我就信你一次。随我来。秦羽，现在有劳你讲述一下关于第一批妖族先锋军的具体信息。好，第一批先锋军会从这里。这秦羽神神秘秘，难道是发现了我的身份，将此事告知了扶摇店主不成？楚林，我说过，不得擅自前来与我相见。二神子不要动怒，我有师尊给我的隐秘之法，气息潜藏，绝不会暴露。倒是二神子你，心神似乎颇有动荡。你最好有重要的事与我说，否则的话，我不介意让你有来无回。二神子休要动怒，你担心身份被秦羽发现，我来便是告诉你，无需担心。我刚收到了任清风的消息，秦羽密会扶摇店主，并非因为你，而是一桩天大的好事。天大的好事？妖族洪流即将出现在圣心殿范围内，这一次对我们极日宗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妖族来袭，圣心殿必会与之鏖战，而我极日宗只需作壁上观，届时圣心殿元气大伤，便是将其吞并之日。任清风是你的人，楚林啊楚林，我说过圣心殿是我的，你竟还在这里安排你的钉子，你是在挑衅我吗？圣心殿覆灭，功劳是二神子一个人的，我只要锦玉，只是为了九品圣火。我既没有二神子的炼气天赋，也没有大神子的武道天赋，对我而言，若是错过了九品圣火，我这一生恐怕都将无翻身之日。哼，可若是九品圣火为你所得，我岂不是多了一个大敌？我可对天道立誓，在我夺取九品圣火，便离开极日宗，前往紫炎帝国。二神子，如此，你可放心了。哼，既然如此，事成之后，九品圣火便归你。多谢二神子，楚林，在这里预祝二神子夺取圣心殿，我也会在暗中相助。先行一步，告辞。九品圣火，就凭你一个废物也配吗？唉，就因为秦羽一句话，我们全殿上下便如此警戒。那什么妖族洪流，我从未听过。苦啊！唉，扶摇店主，可安排妥当了。我已通知周围所有宗门市，建立人族防线。你若所说是真，恐怕很快便会有消息。报！店主，冷长老回传消息，在圣心城西北方百域里发现妖兽，皆是通神境3重，数量近百，与情报信息完全相同。真出现了！回传冷长老，加大搜寻力度，并告知各大宗门，第一批妖兽已经出现，接下来恐怕便是真正的考验了。是。如此，我也要动身了。青羽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
店主但说无妨。我有一女，名为叶童，我希望秦公子能够带她同去。我这女儿天赋极强，但性情火烈，最爱打抱不平，希望秦公子能够帮她磨一磨性子。好，我答应了。多谢秦公子，小女叶童就交给公子了。其实我知道秦公子是不会真正加入我圣心殿的。不愧是扶摇店主，他已经猜到了。秦公子从大荒所得机缘极为强大，圣心殿是无论如何都容不下秦公子的。秦公子入圣心殿真正的意图，恐怕是为了圣心坛吧。扶摇店主心思聪慧，名不虚传。我需要在圣心坛修炼3个月，3个月后我便会离去。圣心坛能够巩固武者经脉骨骼，对稳固肉身强度有着极大的作用。此刻我肉身虽强，但筋骨相比起来却还差了不少。所以我希望秦公子这段时间可以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叶童。临行前，我会传叶童一门武技，若是能够将其修炼圆满，日后成就绝不逊于店主你。大荒机缘，连我都要有些眼红了。秦公子，叶童已经在演武场等着你了。好。小心了！这丫头。哼。身怀9品圣武，更有大荒机缘到身，却也不过如此。试探我？母亲让我随你历练，但你似乎比我小得弱很多。叶童，我给你上的第一课，便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。身体动不了了。你输了。从一开始你便知道，前几招都是佯攻。你将这禁锢阵法提前布置在身后，就是为了等我上钩。孺子可教。我输了，你的确很强。现在可以解开禁制了吗？出发吧。金远，听说你与千霜姐姐关系很好。你也想劝我离她远点？不，我觉得你配得上千霜姐姐，只不过要小心一个人。哦，小心谁？白非凡。哦，何出此言？白非凡骗得过其他人，骗不过我。每次接近他，我都会感觉到一种很阴暗的气息。他绝非什么好人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证据。你的直觉还真准。那是当然，所以你要想和千霜姐姐修成正果，一定要提防白非凡。你呢？可有心仪之人？没有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我看人很准，你心性刚正，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若是千霜姐姐不介意，我也可以成为你的道侣。我开玩笑的，走吧。哼，还想套路我？你还太嫩了。二位便是圣心殿的叶小姐与秦公子吧？在下黑虎门首席弟子郑玄，古仙林周边已尽数布防，绝无差错。郑玄，我知道你，黑虎门100年一遇的天才少年。有你在这里，我很放心。郑玄，这个名字颇为耳熟，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了。
什么天才？比起您和秦公子还差得远呢。且随我来吧，我已经为二位安排好了驻守地点。好，有劳您带路了。且随我来吧，我已经为二位安排好了驻守地点。好，有劳您带路了。这郑玄看似忠厚儒雅，心计却丝毫不差。三言两语，便将其领导者的地位确立。还有叶童这丫头，也真是毫无城府。给。哦，秦羽，你觉得今夜会有妖族出现吗？该来的总会来的。就算今夜不来，几日后也一定会出现。和我说说那个郑玄。郑玄是黑虎门首席大弟子，今年只有20岁。原本郑玄只是一个普通农户的儿子，5年前拜入黑虎门，随之展露惊人天赋，身怀7品圣火，更是先天剑体，天赋之强，甚至凌驾于我。恐怕现在修为已是破望境了。可惜5年前师尊曾想招揽他，却被他拒绝了。这样的天之骄子，留在黑虎门着实有些可惜了。农户之子，一鸣惊人，黑虎门，为什么就想不起来呢？哦，对了，郑玄1年前凭借通神境巅峰修为，斩杀了破望境3重的妖兽，也正因为这件事，令他名声大噪。我知道了。秦羽，你一惊一乍的做什么？还我大鸡腿！那我还你。我想起来了，前世妖族洪流反复席卷，人族损伤惨重，而随着妖族强者频出，有智慧的妖族开始招揽人族作为其内应。妖族许以重利，策反了诸多人族。不仅如此，有些妖族甚至从一开始便将人族少年作为棋子，混入各大宗门之中。而前世最有名的叛徒之一，名为鬼剑人屠。前世这鬼剑人屠行踪诡异飘忽，修为强大，心狠手辣，在其手中丧生的人族至少100万。但因其善于隐匿，世人对其了解极少。我也是隐约记了一些片段。出身低微，一鸣惊人，出身于天河王朝内，先天剑体。这郑玄便是那鬼剑人屠。农夫之子，却突然一鸣惊人。这郑玄究竟是妖族安排过来的棋子，还是另有隐情呢？妖族来了！布阵！走走。卑劣的妖族，等你们很久了。是郑玄，郑玄来了！兄弟们，进攻！流光剑！轻而易举。郑玄的修为果然更进一步了。这流光剑乃是他自创武技，此刻或许已是玄阶上品。不，这武技已经足以迈入地阶下品，仅仅是破望境1重，便能自行参悟如此剑道，先天剑体，当真恐怖。叶小姐，秦公子，干得漂亮！
只是一些弱小的妖族罢了，算不上什么。秦公子，接下来我们是否还要驻扎在这苦心林之中？妖族洪流来袭之前，会有至少10级波的先锋军前来。方才破土而出的，叫做欠地甲，不足为惧。接下来涌出的妖族，会一批更比一批强。看样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依旧是没办法轻松了。有我在，妖族洪流必然无法成功。奇怪，我是何时受伤的？郑玄还不赶紧疗伤，再晚一会儿伤口可就要好了。叶小姐说的是，我先行返回驻点了，二位也尽早回去休息吧。走吧。原来如此，郑玄之所以会堕入妖族助纣为虐，想必正是因为赤脸红蝎。赤脸红蝎是妖族中比较特殊的存在，拥有人身妖尾，擅长隐匿之法。因为其天赋能够控制人心魄，所以常常混入人妖两族战场，暗中偷袭人类中的强者，从而迷惑其心智，令其加入妖族。每一只赤脸红蝎背后，都伴随着一个妖族军师将协助策划。妖族军师将掌握着妖族洪流的一切信息。可以说，只要找到军师将，就等于找到了妖族洪流的大本营。前世的我曾听闻，圣心殿范围内的苦心林出现过妖族军师将。本来只是打算碰碰运气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这一次的妖族洪流，妖族最强者应该不会超过破望境巅峰。就算是妖族军师将，我也有把握将其斩除。妖族，我定不会让你摧残人族领地，屠我人族英魂。得手了。郑玄已经中了我的天赋神通，接下来只需静待时机便可。郑玄那先天剑体对我妖族有着极大的作用，这件事做得很好。待圣心殿覆灭，我会禀告女皇，对你论功行赏。多谢天虎将。听说这一次还有一名叫做秦羽的人，此次身怀9品圣火，这个人我要得到他。 9品圣火对我的天赋神通拥有天生的克制，恐怕难以。就算是9品圣火，但其余本身修为并不高，根本发挥不出圣火的原本力量。这件事必须成功。况且我也有了计策，我会派出一队精锐从旁协助。具体，天虎将果然足智多谋，这件事我定会成功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一次对人族领地发起洪流，正是我天虎夺势而出的大好机会。我要借此机会向女皇证明，我天虎才是未来最有可能成为4天妖将的存在。做得不错，应对第2批妖兽的你还略显稚嫩，此刻第4批妖兽已经游刃有余。秦羽，你传我的这门武技，也是你在大荒得到的？你只需将这门武技修炼到圆满，圣心殿内可称无敌。那你可太小瞧我圣心殿了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。让我想想，该如何感谢你呢？不如我以身相许。不至于，真不至于。其
秦羽，你这样子还挺可爱，不如我们结拜为姐弟如何？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弟弟了。呵呵。秦羽，距离妖族洪流全面来袭，你认为还有多久？妖族洪流席卷之前，应该会有7次阳光。阳光过后，便是真正的洪流来袭。算算日子，半个月内吧。奇怪，都第4波了，为何还是没有找到赤炼红溪的踪迹？我身怀9品圣物，而且驻扎圣心殿，赤炼红溪绝不会对我坐视不理才对。难道我现在的吸引力已经这么差了吗？叶小姐，秦公子，出事了！30里外的另一处驻点，突然出现了一对精英级别的妖族。这群妖族修为全都在通神境7重，目前驻扎在那边的铁拳门大剑宗51名弟子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数量有多少？有1名大剑宗弟子拼命带回了这对妖族的情报，请看。根据情报，这对妖族共有16只，目前已经兵分2路，朝着2个方向离去。我们距离他们最近，所以需要第一时间前去剿灭。叶小姐，秦公子，我一人无法同时剿灭2队，所以由我负责其中1队，另一队就交给2位了。郑玄，你且放心，就交给我们了。只是8只通神境的妖族，我与秦羽完全应付得了。来了，这一对精英妖族，想必便是妖族军师将亲卫。叶小姐，另一对妖族的位置就在这令牌内，我先出发了，请2位也注意安全。待到击退妖族，我定与2位畅饮3天3夜。好。秦羽，我们也出发吧。这可恶的妖族！前世妖族洪流席卷，可比现在还要惨烈数万倍。我们抓紧出发，一定要将那一对妖族彻底斩除。那群妖族就在前方的一处山脉内，走吧。好浓郁的妖气，应该就在不远处了。不，是我们已经被包围了。什么？这虎星妖族并非通神境7重，而是通神境巅峰。不仅如此，数量也并非8只，而是足足16只。后方的低级妖族，至少也有近1000之多。我们中计了，这卑鄙的妖族，若只有8只，我们定然可以将其剿灭。可现在却有这么多。秦羽虽然能够斩灭通神境巅峰的7仙老祖，但面对16只通神境巅峰的妖族，以及数千通神境妖族，就算是气力耗尽，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。看来，只有这样了。秦羽，我帮你拦住他们，你冲出去传递情报。若我没能离开，你一定要除掉这群妖族，为我报仇。不过是一些渣子罢了，何必这样激动呢？秦羽，我知道你很强，可面对这样多的妖族，就算是你，也未必能。这段时间，你还没见过我真正的实力。等一下看仔细点。
接下来的我会很帅，千万不要爱上我。消神雷枪，第3枪，神鬼。搞定！你只用1击便。哼，我说过，这一招会很帅。唉，九霄神雷枪从第3级开始，便已经是天阶下品。天阶武技确实帅。我妖族精锐就这样没了。天虎将的16名禁卫以及数千族群，仅仅是1招就没了。成功了！想不到秦羽竟然可以强到如此程度，但所幸完成了任务。你越强，对我族便越是有利。有朝一日，你的枪便会指向你现在的同族。你脚下的尸骨会堆积如山，而你秦羽将成为我族最强大的武器之一。成了。秦羽，走吧，该回去了。奇怪。郑玄，下次情报可不能再出错了。你知不知道今日有多危险？是我的错，我保证绝不会再犯。秦兄弟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说什么呢？你我日后可是情同手足的兄弟，未来大业还要靠我们兄弟联手才是。秦兄弟，啊，对，你们2个还真是。秦兄弟，今夜一叙。好。秦兄弟，日后你我2人便是天虎将的左膀右臂，还希望郑大哥多多提携才是。好说，好说。不知郑大哥何时带我去见见军师将？莫急，为兄自有安排。接下来天虎将会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，届时你我2人只要将这群妖族击退，便是立下大功。我们在人族中的威望会急速攀升。待我们在人族有一席之地后，自然就会得到天虎将的召见。这天虎将不愧是军师将，还真是沉得住气。看样子指望郑玄是不太可能了。来，为兄将接下来的计划好好的告诉你。想不到除了秦羽，这郑玄竟也是妖族，当真是天助我也。没想到这一次的妖族洪流，竟全是他2人的策划。原本只是想利用白非凡夺取圣心殿，可现在貌似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想找到天虎将的位置，必须在短时间内突破到破王境2重，唤醒魁牛才行。只要有了魁牛，便可通过魁牛的神通找到天虎将，从而直接将其歼灭。是时候服下那些8品丹药了。10枚8品丹药，足以让我的修为迈入破王境3重。唉，
原本还想等待筋骨再强悍一些再服下，但是现在等不了了。寸断，这不是强行提升的副作用吗？筋骨寸断，这便是强行提升的副作用吗？破妄境3重已成，接下来，出来吧，老伙计。好久不见了。喂，醒醒！要换岗了吗？我有事要离开蚁业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。干得好！我族得到先天剑体与9品圣火2枚种子，对接下来的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接下来，只需要按部就班，稳扎稳打即可。在这里可要提前恭喜天虎将了。这一次对人族的进攻，天虎将独得一份大功。若我成了新的4天将，自然也不会亏待了你。同样是位军师将，我天虎就是比其余的那群家伙强太多。强，但不多。什么人？怎么，昨日方才见过，今日便不认识了？秦羽，你……看来是我看错了，9品圣火之威大大超出了我的计算。秦羽，你假意被控制，实则上却利用某些神通手段找到了我的位置。不得不说，比起郑玄，你更胜一筹。秦羽，你胆敢孤身前来，难道是有把握击败我？10成把握。秦羽，你的事情我也有所了解。你秦家为了人族鞠躬尽瘁，整个家族嫡系却荡然无存。这样的人族，值得你去维护吗？人族本性贪婪、卑劣下流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这样的族群，终究是无法壮大的，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断的腐朽，不断的堕落，最终为这片大地带来无尽的灾祸。但我族不同，我族上下一心，他日一统山河，定能够为这片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。秦羽，放弃人族吧，加入我族。我族并不会因为你人族的身份介意和歧视你。一旦你加入我们，我们就是真正的朋友、兄弟、家人。加入我们，与我们共创大业。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言吗？
不得不说，还挺有感染力的。但我与妖族势不两立，今日便是你的忌日。唉，人族腐朽顽固，当之是无可救药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我便成全你。只可惜，我族从此要失去一个优秀的战士了。好大的力量！这天虎将果然是破网境巅峰。你的肉身很强，但仅此而已。唉，如此优秀的战士，却被我亲手葬送。赤练，此子也不失为一个汉子，将其分给我族共食之，也算是对他最高的礼遇。是。荒族，你不是人族，你是荒族。现在还想让我加入你妖族吗？荒族，你竟然擅离大荒！就算我擅离大荒，你又能如何？想不到这青羽竟是荒族，且与人族达成了合作。不行，必须尽快将这消息告诉女皇大人，否则一旦荒族与人族彻底结盟，我族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，后会有期。青羽，哼。怎么，这就想跑了？不想与你多浪费时间，但眼下看来，若不将你彻底抹除，恐怕是无法顺利离开了。来战！女皇赐我的战斧，仅仅是一击便彻底损坏。天虎，你似乎太小看我，这个时候分心，不是什么好习惯。荒族，不愧是破网巅峰。来呀！天虎，看来你气数已尽。恐怕未必。若我只有这点本事，怎么能做得了我族的军师将？这是我天虎的天赋神通虎式，可以在短时间让我的修为提升3倍。你的战力与我不相上下，但此刻绝不是我的对手。
不叫！身体动不了了，这招很麻烦。消失吧，可恶的皇族！这是。想不到就连这样都拿不下你。既然如此，我族女皇，请将你的力量赐予我。就用这一招来分出胜负。定胜负吗？正合我意。定胜负吗？正合我意。五年。小神雷枪第4枪，火灭！消失吧！哈哈哈哈哈！胜利的终究是我铁虎！哈哈哈哈！高兴的太早了。什么？是，我输了。破网境巅峰的妖族，还真的对付。我这是睡了多久？不过，天虎将一出，妖族洪流应该也随之结束，人族无语了。现在要返回据点才是。离开了这段时间，恐怕叶童那丫头要急坏了。看样子是为了寻我而离开了。找到了，抓住他！你们是何人？其余插翅难逃，整个苦溪里已经被禁术包围，乖乖放弃抵抗，跟我走。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就凭你们，呸！兄弟们，其余勾结妖族，人族叛徒，人人得而诛之！给我将其生擒！动啊！打字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生擒其余！够了！其余，你太让为兄失望了。我本以为你是个光明磊落的好男儿，没想到你竟为了一己私欲背叛人族，与那些卑贱的妖族勾结在一起。难怪只有你知道这所谓的妖族洪流，现在便都解释得通了。这本就是你们自导自演的一出阴谋。
可所幸天道轮回，正义不朽，你的阴谋终究还是被发现了。秦羽，现在束手就擒，念在我们同门一场的份上，我会尽量保你全尸。你说我勾结妖族？铁证如山，现在还想狡辩不成？你年纪轻轻能有通神境巅峰的修为，就殊为不易。更何况得到了九品圣火这样的至宝，还表现得了解诸多秘闻，你哪来的功夫？大荒机缘根本就是你掩人耳目的借口罢了。你如今的一切，全都是妖族给你的吧？秦羽，再说一次，束手就擒！好一个勾结妖族，好一个束手就擒！我再说一次，我秦羽乃是人族儿郎，为人族生，为人族死。今日你抓我，是圣心殿的意思？不只是圣心殿，各地宗门甚至极日宗的高手也会尽数前来。果然是这样。住口！白非凡，秦羽才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说他背叛人族，我绝对不信。我愿意相信秦公子的为人。白师兄，我记得师尊说得很清楚，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秦羽依旧是我圣心殿之人。你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话？秦羽背叛人族，铁证如山。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全我圣心殿，否则世人还以为秦羽所为都是师尊授意的。师尊，难道你……非凡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？我看秦羽所为，多半就是你扶摇授意的。想不到圣心殿竟勾结妖族，哼哼哼！扶摇，你圣心殿背叛人族，我希望你能给我，给大家一个完美的交代。我还真以为是个什么天才，原来不过是妖族的走狗罢了。18岁拥有9品圣火，能够斩灭气仙老祖的绝世天骄，狗屁不是！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叛徒。秦羽，你击入我圣心殿，我自然信。但现在你还需要告诉我，这段时间你究竟去了何处？妖族洪流背后，乃是妖族军师将负责指挥。3日前，我秘密打探到妖族军师将的位置，并将其斩除。我也因此身受重伤，不久前方才醒来。秦羽，我看你是昏了头，就凭你也能对付妖族军师将？好吧，看样子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如此，来人，将郑玄带上来。是。上去！你最好实话实说，这样的话，还算是将功赎罪。郑玄，将你的所作所为说出来。对不起，我的确投靠了妖族。我郑玄对不起大家。秦羽的确也与我一样，投靠了妖族。秦羽，郑玄都已经承认了，我看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叛徒！这秦羽真是可恶，将我们诓来送命，非得将其扒皮抽筋，在烈日下暴晒3月，方能消我心头之恨。这还真是被算计了，看来只能做最坏的打算，一场血战是避免不了了。信口雌黄，秦羽怎么会背叛人族？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是了，白非凡，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你是极日宗的人，这一切都
都是你们谋划的吧？师妹，你只是被秦羽迷了心智，才会胡言乱语，对吧？师尊，秦羽背叛人族，铁证如山，还请师尊定夺。还定夺什么？我看这件事儿，圣心殿都脱不了干系。不要，今日我便再次拿下秦羽，不日我将召集周边宗门，对秦羽进行审判，而你圣心殿也必须要接受调查。这段时间，圣心殿管辖的各处资源都要交出来管控，直到证明圣心殿清白后，方可返还。秦羽啊秦羽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楚林，这些都是你谋划的吧？你这计谋虽说不错，但就凭你们，能拿得下我秦羽？哼，秦羽，你真以为你还能离开不成？秦羽，我乃极日宗第一神子燕若冰，束手就擒，可免你几分皮肉之苦。原来那便是极日宗的第一神子。听说第一神子乃是先天烈阳体，身怀7品圣火，仅20出头，便已经是破万3重的修为。第一神子出手，秦羽恐怕一招都撑不住。在第一神子面前，秦羽也不过如同蝼蚁一样。第一神子厉害！够了！秦羽已入我圣心殿，此事自然也该由我圣心殿来负责。我会将秦羽带回去调查清楚。若秦羽真的背叛人族，我也绝不会包庇他。狐妖殿主人美，想法也美。若是让你将秦羽带回去，是非黑白岂不是由你说了算？这种事，就算我同意，在这里的诸多武者能同意吗？绝不同意！绝不同意！若我今日一定要将秦羽带走呢？那就要看看你圣心殿能否挡得住我极日宗以及这诸多宗门了。扶摇殿主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无需圣心殿出手。这一战，我应了。这扶摇殿主在如此压力之下，还能为我说话，看来我的确没有看错人。你若能接我一枪，我便任由你处置。哼，秦羽，你好大的口气！秦羽呀，秦羽，未免太不把我极日宗放在眼里了！闭上你的狗嘴！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你敢侮辱宗主，必让你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！可恶！大日夕阳！boy， 仅仅一枪，我这身本事还没来得及施展，我便败了。这秦羽此前斩杀7血老祖都拼尽了全力，这才过去了多久？投靠妖族，能够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吗？妖族究竟有什么手段？大神子燕若冰如此轻易便败了，废物！秦公子，你秦羽干得漂亮！秦羽啊秦羽，原来你竟已强大到这个程度了。我秦羽今日就在这里，纵然你们所有人一起上，又有何惧？诸位，秦羽背叛人族，实力强横，若放弃离去，日后必是我人族大害。不如趁机将这秦羽拿下，此战过后，必可名扬天下。说得对，好啊！秦羽，你再强，
终究是血肉之身，我就不信你没有气力耗尽的那一刻。我倒是想瞧瞧，就凭你体内的灵气，能撑得了多久？我自九霄神雷枪！这便是你们能做到的极限了。他不是人，他是鬼，他是恶鬼！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！此次体内灵气之充盈，简直前所未见。不对，他根本没有用到灵气，是完全依托强大的肉身进行战斗。秦羽，穷凶极恶，为了人族，我也要不得什么面子了。接下来，由我亲自会一会你。扶摇店主，我说过，这场战斗是属于我秦羽一个人的。秦羽，就算你再强大，在极日宗宗主面前，也不过是蝼蚁罢了。秦羽，你出卖同胞，畜生不如！汉宗主出手，就是你的末日！秦羽，接招！小子，你让我快逃！那是。哟，真热闹呢！大胆要送，你竟还敢送上门！你太丑了，人家不喜欢，所以只能请你先退场了。废墟之上，这是四天妖将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小弟弟，你身上有种很熟悉的气息。天虎是在你手上殒命的。第一代四天妖将，被称为暗夜之王的幽冥血妇，他仅仅是看着我，我便全身动弹不得。如此为师，恐怕修为已达到了归一境。我就算用尽底牌，在他手中也撑不住一招。看来只能赌一次了。胡闹！怎么，有胆量做，却没有胆量承认吗？姐姐我喜欢有血性的人族，你现在的表现，姐姐可不太满意了。哼，我岂会怕你？只是看到你这丑陋的妖族有些恶心，一时之间难以开口罢了。哦，你敢说姐姐长得丑？不过姐姐还是觉得你俊俏得很，像你这样的鲜血，应该会非常鲜美吧？卑劣妖族，我秦羽就是死，也不会让你得到我的鲜血。不配！
你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都怪你们，非要说金鱼背叛人族，若非如此，我岂会来这里？都怪千羽，这该死的灾星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，因为他。剩下的人都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冲动，罢了，直接送你们上路。再见了。这就是妖族的四天妖教，妖族竟然如此强大，我的选择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怎么回事？救兵大人，您怎么了？哼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怎么样？皇族之血的滋味，可还鲜美？你是皇族？妖族与皇族本质殊异。你吸取了如此大量的荒族之血，再怎么修为强横，也无法消解。此刻发作，五脏六腑、筋骨神魂皆会被焚烧一空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皇族竟敢背弃大约，怕仙族出手吗？荒族可从未背弃大约，我乃人族。这一切与荒族何干？可你，我猜你一定是想问我，人族为何能拥有荒族之血？但很抱歉，你没机会知道了。想不到我堂堂四天妖将，竟会被你这卑贱的蝼蚁设计。本将就算陨灭，也会让你们一起陪葬。就用我最后的神魂诅咒这里，人族消亡在我的怨气之中吧！小子，不管你是什么，这些人族终究为你在此，为此而亡，在这无尽的悔恨里下地狱吧！无尽的悔恨。哼，我可不会后悔。哼！秦羽，今日之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一切不可心怀愧疚。快走吧，离开这里。秦公子，永别了。秦羽，快走吧，不用管我们。不过是去怨气罢了。诸位，大可不必如此。天玄灭火，散！现在我们可以一同离开了。金羽，金羽，救救我们！快救救我们呀！金羽，不能是我不对，但我也是被蒙骗了。既然你不是妖族，绝对不能不管我们呀！金羽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呀，往此刻！大家同为人族，我自然不会让诸位受这怨气缠身之苦。金羽，你在等什么？快为我除去这怨气呀！诸位，我觉得你们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，又或者你们真的觉得我应该出手救你们？诸位方才的神情，我可尚未忘记，不辨真假，便将我视为妖族，欲除之而后快，还要踩着我秦羽的尸身，作为你们立身扬名的功绩。现在却又要我救你。
别搞笑了，你们配吗？秦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秦羽，这么多条人命，要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去死吗？秦羽可谓人族披荆斩棘，赴汤蹈火，但你们这群家伙，欲念熏心，鼠目寸光，就是被我亲手斩除，我秦羽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愧疚。本想给你们个痛快，也让你们少受一点折磨，但现在看来，就连这样，你们都不配。扶摇店主，还请将那燕若冰带上，我们走。今日之事，我早已传信宗门，要不了多久，你一定会下来陪我。齐羽，不甘心，我不甘心的。差点把你给忘了。走吧。怎么，觉得我做的太过火了？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我只是有些感慨，没想到前来征讨妖族的武者，如此轻易便分崩离析。我觉得一点都不过火，这群家伙都是自找的。走吧。秦公子，你怎么了？被那妖族吸了大量的血液，有些乏力罢了。我们抓紧力。秦羽，公子。父亲，我回来了。我儿终于回来了。体内有高阶的妖族血脉，我儿有心了，为父就不可耻了。你这老头想什么呢？这可不是给你吃的，我带他回来，是让你为他伐髓换血，成为我荒族一脉。你说什么？滚回去睡你们的！你们吓到我妹妹了。你这丫头，一回来就给为父出难题，为妖族伐髓换血，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？老头儿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，这次我去世俗界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人类。能有多有趣？他有荒族肉身。你说什么？人族得了我荒族肉身？那人名叫秦羽，还身怀9品圣火，年纪轻轻，潜力无限。我原本打算邀请其加入我大荒，可惜被拒绝了。但此子绝对是我荒族日后重返外界的一大助力，所以我与他签订了同生契。什么？胡闹！同生契岂可以随意签订？为父看看。大哥，老头儿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为父又想了一下，我皇族最重视契约，签都签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你随我来。
放心，那老头同意了，快去吧。大哥，那人族便是你最后的寄托吗？请放心，我小黑龙一定会照顾好他的。从今以后，那秦羽就是我的亲儿子。7个月后，乃是黄天吉日，便就在那日成亲吧。成亲？女皇陛下，我早就说过，血符只不过是个血脉卑贱的下等妖族，何德何能成为我4天妖将之一？只是一个废物，不仅没有完成任务，还在一群下等人族的手中陨落。哼！女皇陛下，我麾下有一大将，本体乃是青鬃火牛，足以升任新的4天妖将。那青鬃火牛性格鲁莽、愚蠢不堪，只怕还不如血符。血符一走，你们的心思便活跃了许多。新的4天妖将，本皇已有打算。现在本皇想知道，灭了血符的究竟是什么人？血符虽是弱了些，可也是归一境巅峰。而他负责的人族领地，最强的也不过是归一境7、8重的人族。就算他不敌，也绝对能够全身而退。或许是人族又出了些隐藏的强者，血符太过自大，这才导致陨落。我记得那地方是天河王朝，可对？既然如此，你3人亲自去上一趟，看看能否将这强者笼络过来。若不能，便将其除掉。区区一个天河王朝，还需要我3人同去？我独自前去足矣。此人，你们暂且退下。是。见过仙族上使。从今日起，妖族上供仙族的天材地宝，一律翻倍。翻倍？这……我是在通知你，而非与你商议。我家主人说了，这是你们妖族咎由自取，秦羽不是你们惹得起的。秦羽？这秦羽是谁呀？小姐，这样做会不会逼得太狠了些？哼，敢欺负我赵薰儿的未婚夫婿，这只是对妖族的一些警告罢了。唉，不过那秦羽还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嘿嘿。小姐，秦羽与大荒的关系太过密切，这话可不能再说。若是让仙主知道了……我已有了无上神武，下一任仙族之主自然是我。谁敢在背后嚼舌根？仙族与大荒敌对了这么久，或许这也是一次机会。若是能够通过秦羽，让荒族与妖族一样臣服我仙族，也是美事一桩。你也别太担心。对了，从今日起，你便下界去吧，暗中保护好秦羽。这次是秦羽运气好，下次他可未必有这样的运气了。经过了整整10日，秦羽却还未醒来。师尊，秦公子还未醒来吗？看来还需一段时日。殿内的事都处理好了吗？已查清了一切。原来白非凡竟是极日宗安插在我圣心殿的棋子，他真正的身份乃是极日宗的2神子，此刻已回到极日宗，并且暂代极日宗宗主之位。极日宗，
这梁子算是结下。而且吉日宗回去后，极力颠倒是非，说妖族洪流乃我圣心殿设下的一场阴谋，为的就是排除异己。不少宗门势力都相信了吉日宗所言。现在，吉日宗已联手玉女宗以及大量中小门派，准备对我圣心殿发起讨伐。至于无情剑派，暂时还处于中立。颠倒黑白，卑鄙无耻。既然他们想来，我们圣心殿也不怕。天霜，通知下去，召回圣心殿所有长老以及核心弟子，并联系周遭势力，应对吉日宗。我明白。这次对我圣心殿，或许是好事。四大宗门分庭抗礼这么多年，也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不愧是圣心坛，滋养筋骨的效果比我想象的更好。此刻的肉身完全可以承受更强的力量。接下来可以尝试突破到破妄境9品丹药，再加上这天火将妖核，足够九天神命。成，这是成了破妄剑第6成，不愧是9品丹药。接下来，地之荒兽夜龙。破妄境6主的修为，再加上5只荒兽之威力，此刻若论战力，我已能媲美碎虚境3成。接下来，便还是强化修为，争取早日达到破妄境巅峰，将饕餮唤起。只要有了饕餮，之后提升修为的速度还会有质的飞跃。难怪效果这么好，这圣心坛，这我该怎么和扶摇店主交代呢？怎么回事？星宇，你醒了？我的圣心坛！我的圣心坛！秦羽，你真的完全恢复了吗？秦公子，你需不需要再休息一段时间？为什么不关心一下我们的圣心坛？我已经彻底恢复，不仅如此，修为还更进一步。只是有些对不起圣心殿。原来你也知道，此事也非我所愿，我绝不会让圣心殿平白遭受如此损失。所以，这里有3卷天阶下品武技的秘籍，姑且当做我的补偿吧。天阶下品，天阶下品，圣心坛虽好，却也比不上。秦羽，你这就见外了。其实你确实太见外了，但我也不能驳你的面子，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想不到扶摇店主也有如此可爱的一面。哦，秦羽，
你醒了。看起来恢复的不错啊。多谢冷前辈关心。店主，所有的部署都已做好，随时可以与吉日宗、玉女宗展开战斗。只不过，吉日宗不知用何种手段，请出了阴山老鬼相助。阴山老鬼，他潜修数10年，从未出山，想不到吉日宗竟将他请了出来。这阴山老鬼是何人？阴山老鬼是一名散修，其人性格乖戾，一心修炼，与旁人接触甚少，无人知其来历。直到40年前，他从阴山走出，竟然展露出碎须境修为，震动了整个天河王朝。当时我虽年少，却跟随师尊见过他一次。那一次，阴山老鬼只用了一招，便击败了我的师尊。不止如此，阴山老鬼更是分别挑衅4大宗门，都只用了一招，便击败了4大宗门的宗主。原来如此，想不到扶摇店主竟已50多岁了。我只有49。内战后，阴山老鬼便独闯大荒，虽重伤而归，却似乎也得了一些莫大的机遇。而后，阴山老鬼不断挑战天河王朝内的各个宗门，从无败绩。最终，还是我圣心殿请出了太上老祖，才将其击败。内战之后，阴山老鬼便回到阴山，潜心修炼，一晃40年，从未出山。这阴山老鬼的事迹，前世我也曾听闻过。相传他是一个标准的武士，在他那种人的世界里，没有黑暗，没有善恶，只要能提升自己的修为，他可以付出一切。想必吉日宗是给出了他难以拒绝的条件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是否要再次请出太上老祖？太上老祖已闭关数10年，此刻根本无法将其唤醒。宗主，宗主，无情剑派来人了，请他进来。是。楚寒衣，千霜姑娘，好久不见，我已正式拜入无情剑派，见过扶摇店主，见过几位长老。秦公子，许久不见了。扶摇店主，寒衣今日前来，是表明我无情剑派的态度。我无情剑派愿意支持圣心殿，一同对抗吉日宗与玉女宗。有何条件？事成之后，希望借秦公子一用。借秦羽一用？是，无情剑派需要借秦公子的9品圣火一用，这便是我们出手的条件。秦羽，你虽入我圣心殿修行，但我也无权对这件事做出决定，答应与否，全看你自己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那就多谢秦公子啦。扶摇店主，既然秦羽答应，那我们此刻便是联盟了。何时出手，全听扶摇店主一声令下。好，大战在即，能得无情剑派相助，纵然吉日宗请出阴山老鬼，也未见得能成事。寒衣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先行告辞。秦羽，今夜子时，我在圣心城等你，有要事相商。哟，这丫头。说说吧，你要商议何事？跟我来。进去吧。你约你的人不是我，但你放心，此人不会害你的。究竟是何人？你来了。
你来了。你是萧伯母。玉儿，真香。晚辈秦羽，见过萧伯母。哎，好，你还认得我？我与你父亲也是旧识，未曾想世事流转，秦家竟然遭此劫难。不过羽儿，你的事迹，萧伯母也有所耳闻，想必你父亲泉下有知，也会为你感到欣慰与自豪。萧伯母放心，我不会辱没我秦家的铁骨与威望。好志气。对了，羽儿，我今日见你，首先是要给你提个醒。怎么了？不要相信无情剑派。无情剑派表面上答应帮助圣心殿一同对抗极日宗以及玉女宗，但实际上却是他们的阴谋。无情剑派与这二宗是蛇鼠一窝，早就暗中勾连。此次结盟，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背叛圣心殿。这倒是很符合无情剑派的作风。他们自以为行事隐秘，殊不知我早就盯着他们。不过羽儿，你且放心，我冰魄门虽小，却也有些底蕴，到时候会帮助你们牵制无情剑派。羽儿，这是伯母的一份心意，其中有一枚九转心丹，或许对你有所助益。但更为重要的是战神枪的枪魂。战神枪的枪魂？此前秦家遭逢巨变，战神枪魂被辗转托付给我保管。原本是想再过些年，事态平息后再交给你，但羽儿，你这段时间的事迹，让我相信你有能力驾驭这份力量。原来，战神枪魂竟然在萧逸的手里。前世的我搅困大荒，没机会知晓此事。等我自大荒归来后，萧逸已经在妖兽洪流中逝去。我苦训无果，便想当然的以为战神枪魂早已随着父亲与爷爷的离去而彻底消散。玉儿，这世道波澜诡谲，人心狡诈难测。就算你父亲那样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最终也难免死于阴谋诡计之下。你虽然得到了莫大的机缘，却也不可掉以轻心。秦家现在唯有你一条血脉了。萧逸，你放心吧，我绝不会有事的。不仅如此，有朝一日，我定会重振我秦家威名。好，玉儿有这份心境，伯母心中也颇感欣慰。今日之事，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，抓紧炼化战神枪魂，这样在接下来的战斗中，一定会对你有着极大的助益。是，玉儿先行告退。萧逸也要顾好身体，牵制无情剑派事小，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若遇到危险，一定要优先保全自身。你还关心上我了？放心吧，萧伯母不会轻易出事的。你先回去吧。萧逸，我先走了。你便自行回圣心殿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好，先走一步。还真的直接走了，这个笨人。战神枪的枪魂，嘿！好强的战意，好强的杀意，不愧是我秦家战神枪魂。万毒有灵，兵器法宝亦不例外。
所谓气魂，便是兵器与主人心意相通，从而诞生的自我意志。这世间凡人之兵，能够诞生气魂者少之又少。纵观大陆，气魂绝不过百。哪怕前世的我，素剑也不过有料。就连这战神枪魂，我也只在幼年听闻父亲提起，没有亲眼见证。秦家后人，人族何以立天地？以一身傲骨，以一腔铁血。秦家又以何立天地？秦家铁骨铮铮，血不流干，战意不朽。秦家后人当以人族大业死而后已之决心，以镇压妖族之决心，以捍卫世间清明之决心立足。好，好，秦家后人话说的不错。要让我为你所用，去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但若要让我为你所用，去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我就知道，想收服枪魂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既如此，便来吧。哟，有趣！九霄神雷枪第一枪，九霄神雷枪第一枪，灭魂！九霄神雷枪第二枪，九霄神雷枪第三枪，神鬼！二枪，你这家伙还真是一点都不肯吃亏。吾乃枪魂，你所用之枪法，吾只一眼便可掌握。你若想以技压我劝你趁早放弃吧，你不配拥有我。别着急，方子只是试试水罢了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哼，毫无长进。你使诈！借口怎么这么多？既然你觉得我胜之不武，那便继续。只不过，接下来我要用的这招，名为十方，乃是九霄神雷枪第四枪，威力已经达到天阶上品。你虽为枪魂，但你品阶终有限，这一招，你恐怕学不会。好，好得很！晋江后人，我服你了。从今日起，愿为你驱使。拥有了枪魂的战神枪，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无限的可能。我有9族金乌，可随心所欲炼化仙器，强化战神枪，再加上枪魂，有朝一日媲美9阶仙器，也轻而易举。九转心丹虽然只是5品丹药，却有着极为特殊的能力。这九转心丹能够护住武者心脉，关键是可保武者起死回生。一切的准备都已做好，极日宗、玉女宗也该覆灭了。
我确实不知道当日苦心林那一战究竟发生了什么呀。废物！上使，当日那一战，我门中前去的弟子皆死伤殆尽，现在就只有吉日宗以及那圣心殿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吉日宗，既然如此，便亲自去一趟吧。那我等，你们这群废物，对我毫无意义。走吧。圣心殿呐，圣心殿，我还要感谢你。若非你们，我岂能代理宗主之位？妖族，你就是吉日宗宗主？好强大的威压！这妖族究竟是何境界？不行，先走为上。无名修矣，修为竟是如此低下。说，当日在苦心林是何人灭了我族的四天妖将？非我所为，非我所为啊！废话！就凭你这点微末修为，你配吗？老老实实将那一日发生的事情说出来。其实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但这一切都和秦羽有关，是秦羽干的。秦羽，从未听过这个名字。想不到这天河王朝竟真的出现了新的归境巅峰强者。秦羽只有破望境。你说什么？祖，你在耍我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秦羽真的只有破望境。当日那位妖将大人本来要灭了苦心林的所有人，可是突然痛苦不堪，随后更是浑身焚烧。我也不知道秦羽究竟用了何种手段的。看他样子，似乎不像是在说谎。这是破望境的蝼蚁，就算是掌握了天大的神通，也不可能灭得掉我们四天妖将才是。或许那秦羽只是傀儡罢了，在他背后另有高人。但无论怎么说，只要找到秦羽，一问便知。至于你，但求一条生路，我愿为三位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本族若都是像你这样的软骨头，我族大业何愁不成？留着他吧，此人或许会有用。从此以后，便是我妖族之人。我们走。我突破了，原来得到力量是如此的轻而易举，如此的简单。秦羽不知用何种手段杀了妖将，但这一次，任凭你手段如何通天，我都不信你能对抗3位妖将。只要秦羽那小子一死，圣心殿如何对抗我？圣心殿已是我囊中之物。来人！见过宗主。传我令，集结人马包围圣心殿，同时传信盟友，即刻出发。是。
怎么样，死心了吗？秦羽，我真的是很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这么强，好像你每次战斗之后都能够快速突破一样。看来此生是无法追上秦公子你的脚步了。你二人天赋不差的，只要勤学苦练，日后必有一番作为。有时候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像个年轻人，你说教的样子简直就是个老头儿。秦公子、圣女、叶师姐，店主紧急召各位相见。是吉日宗那边行动了？是。这一刻终于来了，我们走。参见店主。看来人已经到齐了。我们的事后传来信息，吉日宗已经出发了，最多3日，将会来到我圣心殿。3日后，便是我们最终一战。冷长老，我们的部署如何了？万无一失，我们的盟友也已经悉数出发。这次，定要让那吉日宗有来无回。哦，对。还有那玉女宗，不错，从此以后，定要让那吉日宗从这片大地上彻底消失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店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大惊小怪，慢慢说。方才与我们联盟的各大宗门势力纷纷传来书信，要退出联盟。什么？这群见风使舵的墙头草！定然是受了吉日宗和那玉女宗的威胁。店主，就算没了盟友，我等也定会死战到底。说的不错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更何况我们也未必没有胜算。不错，我圣心殿绝不畏惧。诸位长老，且拜托你们了。是是。不需要如此严肃，此战我们必胜。秦公子，我怎么觉得你似乎有事瞒着我？完全没有，只不过3日后前来的或许只有吉日宗，至于玉女宗，且放心吧，他们来不了。果然有事瞒着我们。这里便是圣心殿，但似乎并无神族强者。这里便是圣心殿，但似乎并无神族强者。走吧，等见了那秦羽，一切自会知晓。啊！你们想做什么？上使，借过上使。圣心殿，你们碰不得，滚！还请上使明示。凭你也配？上使，你！我不希望说第2次。是。哎，小姐啊，小姐。过了今日，这圣心殿便是我的了。感应到3位大人的气息，或许是尚未到来。也好，待我升齐了秦羽交给大人，也省得大人们麻烦。
为何不见其余盟友？玉女宗遭遇神秘袭击，暂时耽搁了。其余的宗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很快便会与我们会合。吉日宗神子何在？参见宗主。去告诉伏妖殿主，我只给他们1日时间，放弃抵抗，否则1日后，圣心殿将血流成河，尸骨成山。何须如此麻烦？老夫前去即可。对付一个圣心殿，老夫1人足矣。既然如此，就有劳前辈了。老朽不愿多遭杀孽。今日圣心殿气数已尽，希望尔等审时度势，不要白白送了性命。前辈说笑了，圣心殿岂可拱手于人？若要血战，我圣心殿没有一个软骨头。丫头，40年前我见过你，你我也算有缘。听前辈一句劝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况且，凭老夫今日修为，纵然你圣心殿请出叶离，也是于事无补。要战便战，何须多言？你的修为不差，只可惜老夫此刻的修为，早已不是你们所能抗衡的。生死未央，至少已达到碎虚境6重。看一击！小辈，好的很。看来圣心殿出了一位天之骄子。老子，你姓甚名谁？我没有抬着头说话的习惯。有趣的小子，老夫就给你这个面子。秦羽，破妄境6重，却能抵抗老夫的威压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圣心殿今日注定要覆灭，你可愿拜入老夫门下？以你的天资，留在这里未免太屈才了。阴山老鬼，我想知道吉日宗究竟许了你何等条件让你出手？老夫看你顺眼，也不怕告诉你，吉日宗答应老夫，事成之后便替老夫寻一弟子，继承老夫衣钵。不过既然遇到了你，老夫何须其他弟子？只要你入我门下，我便带你离去，保你性命，如何？该死！这阴山老鬼！宗主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如何？你说呢？战神枪！你认得战神枪？神剑王朝前家后人，好得很啊！必须亡！你恐怕还没这个本事。强悍的力量，甚至比我还略胜一分。这小子明明只有破妄修为，却能硬接我一掌。看样子，
年轻人里也算是佼佼者了。错了，菜。拿字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小子为何能破我在大荒之中得到的机缘？不成，他也在大荒得到的机缘，居然是荒兽之力。小子，原来你父亲和你爷爷对你还真好，竟然带你深入大荒夺取机缘。像你这样的老东西，也得到了莫大的机缘。没人灭了你，也轮到他了。果然，他还不知道秦羽身上发生的事。就凭你，刻说我父亲与爷爷的名字，给我一枪！儿把戏。这招如何？可存进死！秦家还真是出了一条桥路。天界的刀法，还有二阶仙气，这老家伙还真行啊！你也只能如此了。一招下地狱！你未免太过自大了。自大的人是你这黄毛小儿才对。喂！本地场，九霄神雷枪第4响。大，用了与我对抗的武器，就凭你的战神枪！什么？我还2阶仙气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服啊！当年我败给了秦衡，今日又败给了他的后人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秦家注定是我一生的艰难吧？天意难违呀！奇怪，阴山老鬼曾经败给了爷爷，但爷爷的修为，难道仅仅是这10几年，阴山老鬼的修为便能够提升这么多吗？可为何这阴山老鬼离开大荒这么多年，却从未前来秦家复仇？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就连阴山老鬼都不是那秦羽的对手。秦羽此人太过强悍，不如今日再选。何时轮到你说话？秦羽，击败了阴山老鬼又能如何？此刻的我绝不屑于你。秦羽，接下来由我会一会你。看来你也投靠了妖族。哼，休要多说，拿命来吧！
投靠妖族的你，智力下降了很多，甚至无法合理的判断你我之间的差距。杀你，如同蝼蚁。三位大人，救我！快救我呀！这附近还有妖族，可我为何没有感知到？糟了，难道是四天妖将？为什么不来救我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想不到此战比我想象的更惊悚。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，极日宗的长老们一个都不见了。极日宗门人，莫慌莫怕，此战注定是我极日宗胜了。本想让这些小辈自己玩玩，却不料如此不堪。关键时刻还是得咱兄弟两个出手。参见二位爷爷，这是太上大长老和太上二长老，这二位长老居然亲自出手了。早就知道白非凡那小子不学无术，明明天赋不差，却一天到晚只想用计谋，忽略了武者本身就应该是以自身取胜。不过终究我们还是输了气势，本来只是小辈之间的战斗，此刻却要变成长辈的较量了。按照楚林所言，这秦羽能够妖化，但是根据方才的战斗来看，这并非是妖化，这股力量与那阴山老鬼一样，都是来自大荒。为何总是那些不起眼的虫子能够得到一些好的机缘呢？看来这一场小辈之间的战斗要结束了。不孝子孙冷扶摇，有请太上长老。小子，你很不错。前辈谬赞了。看来今日我们之间的约定要被打破了。不到生死存亡，哪怕灭宗都不得出手参与的誓言，竟然是如此的微不足道。不错，我们之间遵守了多年的约定，必须打破了。这件事儿是我们极日宗弱了一分，所以今日之后，我极日宗不会吞并你圣心殿，我们只要那秦羽一人即可。我与你1对1，若是我败了，我极日宗会交出90%产业；若是你败了，秦羽我带走。好，我答应了。二位爷爷，不可！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确实不可，因为极日宗今日必灭。秦羽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就凭你，也想灭我极日宗？不得不说，你的确比我强很多，甚至年轻一辈，你可独领风骚。但是在我极日宗二位爷爷面前，你又宛如蝼蚁。用你自己与我比较，并不能让我开心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就凭你，也配吗？不过你保命的手段确实多，所以我吸取了教训，今日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。年轻人有傲骨是好事，但是也要认清现实。就凭你这小辈，在我们手下走不过一招。周秦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。不需要，今日是属于我的战斗，我会亲手覆灭极日宗。你这黄口小儿，
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急着送命的人。小秦羽，有傲气是好事，但这已经不是你能参与的了。你，前辈尽可信我。既然如此，也罢，这场战斗便交由你来吧。秦羽有少年脾气，怎么你也任由他乱来？他可是极日宗2大太上长老，你随他去吧。这小子的修为不弱于我。你说什么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我岂会骗你？何止是不弱于我？那小子体内的力量，简直如同万丈深渊一般。你2人可以出手了，让我瞧瞧你们有多少斤两。不对劲，不对劲，有诈！叶离那老东西如此放任，这小子身上恐有大秘密。老规矩行事。好，不过此地并不适合战斗，想打且随我来。哼。接招！接招！不绝！第4枪，破灭！这一招还算有点意思。虽然只有破望5重的修为，却能硬汉我2人合力一击。不过小辈，方才老夫只是用破望境跟你对战。接下来，也让你知道碎虚境的恐怖。位列空间，自成一方，是为碎虚境。碎虚一重，可掌空间之力；碎虚3重，可自成一方虚境。虚境之内，你为蝼蚁。无知小辈，自以为得了些许机缘，便想要对抗境界上的压制，真是天真。这世间还没有任何一名武者能以破望对抗碎虚3重境。可怜那阴山老鬼，还未领悟碎虚境，便败在了这小辈手上。2位聊得可尽兴，不如让我也来聊上一句。2位怎么不说话了？大荒纪元当真恐怖如斯，区区破望，竟连虚境之威都扛得住。休要猖狂！挡不住啊！什么？战神枪！一生无极！
还有这样的法器？小辈，你竟逼得我们用出了2阶仙器，是你今日必败无疑。你们界地是滋养乾坤镜，故此引我前来。想必这地方是你们准备对抗圣心殿长老的，只不过却遇到了我这样的变数。这些事我早就知道了。来吧，让我瞧瞧2位岁虚3重的高手，最强的力量究竟如何？早就看出来了，那你为何？只因为我也想看看现在的我能够爆发出的力量究竟有多强。牙字、九足金乌、酸泥、回牛、应龙，拜托了！不可能，他竟破了我们的虚境！你们比我想的还弱了几分，也对，现在的武者比我曾经面对的可弱了太多了。不对，是现在的我比曾经的我强了太多。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秦羽真正的武技吧。荒寂饕餮，乾坤镜。结束。荒寂乃是某些荒兽自带的技能，此刻我虽不能唤醒饕餮，但却可以使用出3成力的荒寂双眸混沌。荒寂饕餮能够吞噬一切，你2人的灵魂已经被吞噬了，现在不过是一具空有皮囊的傀儡罢了。怎么回事？这股巨大的不祥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大爷爷和2爷爷败了？不可能！这世上绝无破妄境武者能够击败2位爷爷。但以防万一，还是先做准备。都这个关键时候了，你还笑什么？娃子，准备准备吧，今日宗是咱圣心殿的了。您是说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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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千羽，你听我说！再听你说一声，又要被你跑了。从今日起，
世上再无极日宗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们了。秦羽，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怪物？已带李清瑶安全撤离。玉女宗出现神秘强者，我已暂时撤退。玉女宗正向圣心殿而去，小心！玉女宗，接下来就轮到你了。气煞我也！若非这次有九皇子相助，恐怕还真要被拦下了。不足为提，翻过了这座山脉，便是圣心殿了吧？正是，只是不知道昔日宗是否已将其拿下。若拿不下，则正好，由你玉女宗来料理此事，岂不更好？若仅凭我玉女宗，断然是绝不够的。但有您相助，自然是手到擒来。多谢九皇子，这次若是能成功拿下圣心殿，我玉女宗日后定为九皇子鞍前马后。好说好说，我们还是尽早出发吧，否则若是被极日宗抢先了，亏的可是你们。所有人加速！九爷，您这是何故？不过是一些宗门势力之间的争斗罢了。您，我来游历人间，正愁无聊，刚好遇到此事。若是不玩上一玩，日后回到了皇庭之内，可就要无聊透了。哎呀，九爷，您也真是的，好强的气劲！秦羽，这小子就是秦羽，破妄境5重。短短时间，他的修为竟提升如此之快。玉女宗从今日起，便可从这世间消失了。九霄神雷枪，怎么会是他？天河王朝九皇子。未来的天河大帝，陈尚。久别重逢，你秦羽的变化的确很大，但你竟想凭一己之力颠覆我玉女宗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这小子竟敢孤身一人前来，其中一定有诈。天河大帝陈尚，以一己之力将整片大陆皇族尽数征服的强者。天河王朝原本不算最顶尖的皇朝。这片大陆之上，有数十皇族势力远超天河王朝，无论是武者数量，亦或是军队，都远远凌驾于天河王朝之上。前世这陈尚，韬光隐晦数年，暗中积蓄力量，壮大自己，终于在某一日等到了机会，成功夺取皇位。随后属于他的传奇便开始了。前世这陈尚，韬光隐晦数年，暗中积蓄力量，壮大自己，终于在某一日等到了机会，成功夺取皇位。随后属于他的传奇便开始了。陈尚先是与仙族合作，得到了无数仙文，利用这些仙文，培养出了大量强悍的武者，同时也得到了大量的仙气。凭借仙文与仙气，最终成功一统大陆皇朝，成就万古第一人的天河大帝。而陈尚成为人族之尊后，带领人族抗击妖族，在他的治理下，人族欣欣向荣，甚至隐隐有了反扑妖族的能力。
可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好男儿。可惜，陈尚背后的先祖，最终输给了赵氏先祖，而陈尚也因为不肯臣服于李清河，而被李清河斩灭。一代传奇就这么陨落了。秦羽，我知道你身怀九品圣火，年纪轻轻，修为不可限量。今日见我，为何叹气？秦羽，你可知你面前是何人？他可是……闭嘴！九皇子别误会，我并非对你无礼，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令人惋惜的事情。他竟知道我的身份。九皇子这称呼未免有些生分。我比你稍长几年，若秦兄弟不介意，可称我一声大哥便是。自是可以，不过陈大哥，可否先让那位老前辈撤去敌意？九爷，此子绝不简单。方才我仅仅无意中露出一丝敌意，竟是被他捕捉到了。都说此子深入大荒，得到了莫大机缘，看来所传非虚。若能得其相助，实现我的抱负，或许又能更进一步。陈大哥，虽不知你与玉女宗有何关系，但此宗今日我必灭之。秦羽，我看你当真是晕了头，就凭你……萍水相逢罢了。秦兄弟若是有私仇，自可放手去做。这九皇子当真是……也罢，或许这也是九皇子对我玉女宗的考验。秦羽，虽不知道你有何阴谋，但……下一个轮到你了。卑劣的小子，我今日必灭！灭！宗主！还不快滚！我的事已了。说灭就灭，毫不犹豫。这究竟是多大的血仇？杀伐果断，端的是好男儿。吉日宗这番也折了，天河王朝四大宗门争斗许久，终究是圣心殿笑到了最后。不过秦羽，玉女宗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宗主虽亡，但玉女宗底蕴不差。若有需要，我可以为你摆平后续的事。多谢陈大哥，但玉女宗我会亲自处理。也好，秦兄弟接下来可是要动身前往玉女宗？斩草除根需尽早才是。好，好得很。恰逢我闲来无事，不如我随你一同前去，可好？这路上大哥有些事想问问你，走。自无不可。可恶！大长老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儿？白玄那母女二人都亡了。看样子这次是咱们玉女宗败了，败得彻彻底底。当今天下天骄频出，圣心殿得秦羽一人，便打破了我们几大宗门多年来的平衡。看样子玉女宗的确是时候消失了。大长老，那接下来是否可以……既放下了这宗门牵挂，自然也该履行对你的承诺。前去准备准备吧，
今日便出发，带你入大荒。多谢大长老。玉女宗竟无一人，看样子玉女宗已经放弃了。玉女宗，玉女宗。不仅如此，整个宗门毫无灵气波动，看样子是将所有的天材地宝也悉数带走了。只怕未必。哦，且随我来。根据前世记忆，玉女宗宗门地下深处埋藏着一座上古人皇之墓，墓中有着一样极好的仙气。方才经过魁牛探查，人皇墓果然还在。秦兄弟，为何感觉你对这玉女宗格外熟悉？陈大哥，可敢随我下去一探究竟？有何不可？九爷，秦兄弟让我下去，自然有他的用意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想不到这玉女宗下竟是别有洞天。此地毫无灵气波动，就连我都窥探不了分毫。陈大哥，可否借仙文一语？自然可以。这可是7阶仙文呐！这不过是7阶仙文罢了，无妨。请随我来。这棺木之中，莫非是一尊上古帝皇？秦兄弟，为兄猜的可对？不愧是陈大哥，这棺木之中正是一位上古人皇，而且是身怀帝王之气的人皇。帝王之气？此话当真？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齐兄弟，陈大哥，这便是人皇气运传承之物了。至于这仙气，归我，如何？当然，这里乃是秦兄你发现的。就算都归你，也是理所应当。身怀地气，天命加身。好，好。吾乃人皇魏乙，小辈是你得了吾之传承。晚辈天河王朝九皇子，见过人皇。不错，不错。地气浓郁，周身紫气缠绕，命格极佳，有资格成为我的继承人。
可惜命中有一大敌，此乃死劫。哎，等等，奇才怪也！难道说，原来如此？哈哈哈哈！果然一切皆是天数。小辈，接受我的传承吧！九爷，且放心，不会有事。秦公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先不说你对这玉女宗了若指掌，光是这帝王传承，你竟如此轻易就让了出来。你接近九爷，究竟是何目的？帝王之气与我无缘，强留不得。至于接近九皇子，纯属巧合罢了。九爷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上古人皇之威，名不虚传。有此威能，何愁大业不成？九爷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上古人皇之威，名不虚传。有此威能，何愁大业不成？今日可是得到了天大的机缘。新兄弟，能得如此机缘，全靠你。日后若是有需要大哥帮忙的，大哥绝不推辞。希望陈大哥能善用这份力量，撼我人族。只要我陈上活一天，我定会竭尽全力保我人族。我们先上去吧。新兄弟。糟了，地气相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陈大哥得上古人皇地气，然现在天河王朝尚有地气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所以两股地气自然要一争高下。大爷，竟是忘了这回事。现在金皇骤出，天河王朝又陷入混乱。地气散了，帝师，帝师！陛下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帝师，朕的地气散了。怎么可能？陛下有我轩辕一族护佑，地气浑厚，怎会轻易散去？陛下切勿惊慌，且让臣一探究竟。糟糕了！帝师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这次或许真的出事了。我方才利用神通探查，这天河王朝出现了一股新的地气，其威能之强远远超过了你。你的地气已经被他所吞噬，而且这股地气连我都无法锁定。
蛋了！陛下放心，这世间变化纷纷，就算有新的人皇降世，也未必能夺走您的皇朝。臣还有一把。快说，快说！取武者之气，炼为地气，为您所用。帝师，请详说。陛下，天下气运殊途同归，皆由天道孕育，本源自是相同。只需将有大气运之武者汇聚在一起，令其争斗，引起气运相吞，便可源源不断地壮大这份气运。一旦某位武者气运超然，臣便可利用秘术将其气运剥夺，而后炼化为新的地气，为您所用。无破不立，或许此次破了地气，对您才是更大的好事。竟还有这样的事儿？那帝师该如何做？天河王朝偏居一隅多年，也正好借此机会顺势壮大了。陛下，我们可以联合周围王朝，进行一场武者之间的大比。仅仅天河王朝的武者气运，还不足以帮助您凝聚新的地气。但若是加上其余王朝，大事可成。届时您有了更强的地气，而周围王朝的武者气运尽数归你，我天河王朝可趁机发起并割，将其悉数征服。好，好，帝师，这件事儿就有劳您来办了。一切都交给臣吧。七兄弟，真的不随为兄去皇城转转？陈大哥，皇城束手束脚，去了只能自添烦恼。玉女宗的人既然跑了，那我也准备返回圣心殿。切记，我方才传授你的隐匿地气之术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可暴力。放心吧，大哥心里有数。陈大哥，先行一步，告辞。啊，这一次还真是收获颇丰。